同样不留下。问自己习惯了吗？没有你，每当夜里。多么沮丧，这人世界并不像童话，因为样子很少，戏剧收场。不是只要够勇敢、够善良，就会有仙女帮忙实现愿望。慢慢懂了，其实失恋是一种力量，因为孤独让人可以回想。是在那边该下着却没下，才到了一个不想到的地方。有时候爱是粉红的羽毛，谁捧着都有微笑的眼角，再看他在手心沉沉的睡着，一起风又醒了，那么轻飘飘的走掉。我觉得我是雪白的羽毛，向往着超越自己的渺小，成为寂寞城堡，管不了能带给人幸福的。好，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还记得小小年纪送给我的手，迷失的你，在人群中看见你一边哭泣，手还握着冰淇淋。有时候难过生气，你总有办法逗我开心，依然清晰回忆里那些曾经有笑有泪的光阴。我们的生命先后顺序在同个温室里，也是存在在这个世界唯一的唯一。未来的每一步一脚印，踏着彼此梦想前进，路上偶尔风吹雨淋，也要握紧你的手心。未来的每一步一脚印，相知相惜相依为命，别忘记之间的约定，我会永远在你身边陪着你。还记得小小年纪送爱我的手，迷失的你，在人群中看见你一边哭泣，手还握着冰淇淋。有时候难过生气，你总有办法逗我开心，依然清晰回忆里那些曾经有笑有泪的光阴。我们的生命先后顺序在同个温室里，也是存在在这个世界唯一的唯一。未来的每一步一脚
脚印，踏着彼此梦想前进。路上偶尔风吹雨淋，也要握紧你的手心。未来的每一步一脚印，相知相惜相依为你。别忘记之间的约定，我会永远在你身边陪着你。未来的每一步一脚印，踏着彼此梦想前进。路上偶尔风吹雨淋，也要握紧你的手心。未来的每一步一脚印，相知相惜相依为你。别忘记彼此的约定，我会永远在你身边陪着你。现在我唱的这首歌曲，给我最亲爱的扫笔，在我未来生命之里，我会同手同脚同行走下去。好，送阿巴刀的一首歌。你是不是想死啊你？啊？好了，去玩吧。那你说这么叫我，下播还得做开啊？不要到时候再说不开。全东大哥也可以刷礼物。其实他做的坏事我们都懂，没有什么不同，故作软弱，暧昧流动，闭上眼当作听说。其实别人的招数我们都懂，没有什么不同，故作软弱，撒娇害羞，只是有一点别扭。傻瓜也许单纯得多，爱的没那么做作，爱上了我不保留。傻瓜我们都一样，被爱情伤了忧伤，相信这个他不一样，却又再一次受伤。傻瓜我们都一样，受了伤却不投降，相信付出会有代价，代价只是一句傻瓜。其实别人的招数我们都懂，没有什么不同，故作软弱，撒娇害羞，只是有一点别扭。傻瓜也许单纯得多，爱的没那么做作，爱上了我不保留。傻瓜我们都一样，被爱情伤了忧伤，相信这个他不一样，却又再一次受伤。傻瓜
我们都一样，受了伤却不投降，相信付出会有代价，代价只是一句傻瓜。傻瓜，我们都一样，被爱情伤了忧伤，相信这个他不一样，却又再一次受伤。傻瓜，我们都一样，受了伤却不投降，相信付出会有代价，代价只是一句傻瓜。可以啊，但我得找那个原唱要那个版权。你是没有自己的歌了吗？虽然经常梦见你，还是毫无头绪。外面正在下着雨，今天是星期几 ？But I don't know， 你去哪里？虽然不曾怀疑你，还是忐忑不定。谁是你的那个唯一？原谅我怀疑自己。我明白，我要的爱会把我宠坏，像一个小孩只懂在你怀里怀呀。你要的爱不只是依赖，要像个大男孩，风吹又日晒，生活自由自在。虽然不曾怀疑你，还是忐忑不定。谁是你的那个唯一？原谅我怀疑自己。我明白，我要的爱会把我宠坏，像一个小孩只懂在你怀里怀呀。你要的爱不只是依赖，要像个大男孩，风吹又日晒，生活自由自在。好了，唱一首那个我对象的歌。我偶像的歌。
理智的灵魂。浑浊的我会通过你家的门，呼之欲出的画迷人，就像是日夜夜付出的青春。我成长时的语气你听不到，我自私的心境你却明了。我委屈是样子像刺猬一样，满身的泥啊冲破黑色街道。我知道它一直是你的最好，也清楚对你来讲我不重要，就让我把悲伤的刺统统都拔掉。浑浊的我会通过你家的门，呼之欲出的画迷人，就像是日夜夜付出的青春。我成长时的语气你听不到，我自私的心境你却明了。我委屈这样子像刺猬一样，满身的黑色街道。我知道它一直是你的最好，也清楚对你来讲我不重要，就让我把悲伤的刺统统都拔掉。我成长时的语气你听不到，我自私的心境你却明了。我委屈是样子像刺猬一样，满身的泥啊冲破黑色街道。我知道它一直是你的最好，也清楚对你来讲我不重要，就让我把悲伤的刺一个拥抱。唱到啥了？谢谢于南啊，谢谢于南的这个认可。其实我不愿意唱这首歌，因为我觉得我可能有点喧宾夺主。对，有一点点什么，就是让破坏我们之间的关系，对。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唱的让大家知道什么叫是术业有专攻？啊，你觉得叨叨唱得好，出去。我这里天快要黑了，哪里呢？我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我这里一切都变了，我变得懂事了，我又开始写日记了，而那你呢？
我这里天快要亮了，哪里呢？我这里天气很炎热，哪里呢？我这里一切都变了，我变得不哭了，我把照片也收起了，而那你呢？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深爱着对方，像开始时那样？握着手就算天快亮。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像结束时那样？明知道你没有错，还硬要我这里天快要亮了，哪里呢？我这里天气很炎热，哪里呢？我这里一切都变了，我变得不哭了，我把照片也收起了，而那你呢？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深爱着对方，像开始时那样？握着手就算天快亮。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像结束时那样？明知道你没有错，还硬要我原谅。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深爱着对方，像开始时那样？握着手就算天快亮。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像结束时那样？明知道你没有错，还硬要我原谅。这首歌太难听，这首歌不挺好听？你和我相约在午夜繁华的大街，告诉我这段感情今夜将会是终点。傻傻地看着你，眼角不流一滴泪，说好了要坚强不后悔。我以为我可以让爱变得很甜美，才发现爱情竟是一场残酷的考验。太愚昧，太依恋，才放你去自由飞。一瞬间，爱决定在今夜。
雨纷飞，飞在天空里是我的眼泪，泪滴垂，垂在手心里是你的余味。谁了解真心的付出换来是离别？我知道爱过后会心碎，我相信爱情没有永远。我以为我可以让爱变得很甜美，才发现爱情竟是一场残酷的考验。太愚昧，太依恋，才放你弃自由飞。一瞬间，爱决堤在今夜。雨纷飞，飞在天空里是我的眼泪，泪滴垂，垂在手心里是你的余味。谁了解真心的付出换来是离别？我知道爱过后会心碎，我相信爱情没有永远。雨纷飞，飞在天空里是我的眼泪，泪滴垂，垂在手心里是你的余味。谁了解真心的付出换来是离别？我知道爱过后会心碎，我相信爱情没有永远。老公，你这里是说的什么？我有点没听清。哪一句？你打电话的。你放大一点，放大一点声音，听清。不是，我是不知道在说的是啥。怎么会听不到是说的啥？听不出来。你就是不爱。听一下。当年有很多朋友，你把音乐关了，你不能听见吗？不是，你能听见，但是不知道说的是啥。那你把音乐关了，我听一下我说的是啥。妈的！啥？从头放。妈的！从头放。那你当然得早点，我就是真忙不过来，而且我觉得当年有很多朋友。妈的！妈的！真是别废话！妈的你！啊？我说他妈的你！这玩死！是妈的你！妈的你干嘛？妈的你！妈的！这北京户口啊！不是妈的吧？就是我说的词儿我。像是万死。万死。妈的！不是，绝对不是。不是我们自己。就是妈的你就这么配就行了，不要再纠结了。我说的词儿我不知道。
在那里发呆，有什么心情还无法释怀？我们总把人生想得太坏，像旁人不允许我们的怪，被一片与众不同的云彩，都需要找到天空去存在。我们都习惯了原地徘徊，却无法习惯被依赖。你给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失联的爱，相信我在直播的时候你不要总跟我互动，这打扰我的心境。我唱的是一首永不分手、永不失联的爱，你总给我打扰乱我没有那个情绪，导致我发挥失常。我现在是一个 singer， 是一个严谨的人，对。来一首温岚的歌啊，看台一直在唱温岚。这首歌叫《刺猬》。最后一抹的微笑，在转身之后，我闭上眼哭了，仅存的一点点骄傲，华丽的外表终于丢掉，很彷徨很孤单，是寂寞或悲惨，一个人该怎么办？像是刺猬般防范，伪装的勇敢，不轻易让你看穿。我以为可以很坦然面对分开时不觉得伤感，然而将灯关上，一片无声黑暗，心痛的大声哭喊。我想我没那么坚强，每个女孩其实一样，渴望着爱情的好，渴望被拥抱，却都害怕爱让人受伤。承认我没那么坚强，不过是一而再的逞强，小心将情绪收藏，比傻瓜还傻，刺猬的坚强全都是假象。哭吧，像是刺猬般防范，伪装的勇敢，不轻易将人看穿。我以为可以很坦然面对分开时不觉得伤感，然而将灯关上，一片无声黑暗，心痛的大声哭喊。我想我没那么坚强，每个女孩其实都一样，渴望着爱情的好，渴望被拥抱，却都害怕爱让人受伤。承认我没那么坚强，不
不过是一而再的逞强，小心将心绪收藏，比傻瓜还傻，刺猬的坚强，全都是假象。我想我没那么坚强，每个女孩其实一样，渴望着爱情的好，渴望被拥抱，却都害怕爱让人受伤。承认我没那么坚强，不过是一而再的逞强，小心将情绪收藏，比傻瓜还傻，刺猬的坚强。可以唱救赎吗？可以啊。那些曾经是他心头上的痛，就算你再生气也别再触碰。如果他道歉时候心急如焚，是否会给你带来一片虚荣？在你的内心其实有片山谷，吵架是因为平淡已变冷漠。他跟着春晚逛义乌游金华，今天带你们玩转地道又热闹的金华年。浙江金华一座藏着惊喜的故事。伴奏刚才断掉了，重来一遍啊。瘦了没瘦。那些曾经是他心头上的痛，就算你再生气也别再触碰。如果他道歉时候心急如焚，是否会给你带来一些虚荣？在你的内心其实有片山谷，吵架是因为平淡已变冷漠。他浅浅的笑容一闪而过，一个无声拥抱换来泣不成声。哪有什么可以任性挥霍？除非你已经厌倦拥有，就算不能像热恋时相拥入睡，也好过一个节日一个人喝醉。不知不觉你习惯了他的葫芦，他现在也记得出差常换内裤。虽然在一起的日子里吃了很多的苦，但是确定了这是你们想要的幸福。没有过往的人怎么可能领悟？爱情原本就是一场两人救赎，它让你以后的日子里不再孤独。你给他的是你跟随的脚步。哪有什么可以任性挥霍？除非你已经厌倦拥有，就算不能像热恋时
相拥入睡，也好过一个节日一个人喝醉。不知不觉你习惯了他的葫芦，他现在也记得出差常换内裤。虽然在一起的日子里吃了很多的苦，但是确定了这是你们想要的幸福。没有过往的人怎么可能领悟？爱情原本就是一场两人救赎，它让你以后的日子里不再孤独。你给他的是你跟随的脚步。不知不觉你习惯了他的葫芦，他现在也记得出差常换内裤。虽然在一起的日子里吃了很多的苦，但是确定了这是你们想要的幸福。没有过往的人怎么可能领悟？爱情原本就是一场两人救赎，它让你以后的日子里不再孤独。你给他的是你跟随的脚步，你给他的是你跟随的叮嘱。主播的音色跟原唱很像，只是有一点像而已。不说了。这首歌我唱的比较费劲。我记得你曾经说过真挚的誓言，怎么1年前随着风飘远？带着你给的一切和我拥有的一切，能够走多远就走多远。我明白你从来没有期待过明天，你说了再见代表着诀别。拿出合照的相片摆在孤独的房间，眼泪渐渐模糊了视线。我知道爱情里逆着彼此的感觉，所以我怀念一些小事就不安的道歉。未来的日子我想我会开一家小店，坐在角落等着你出现。我明白你从来没有期待过明天，你说了再见代表着诀别。拿出合照的相片摆在孤独的房间，眼泪渐渐模糊了视线。我知道爱情里逆着彼此的感觉，所以我怀念一点小事就不安的道歉。未来的日子我想我会开一家小店，坐在角落等着你出现。
我知道爱情里逆着彼此的感觉，所以我怀念一点小事就不安的道歉。未来的日子，我想我会开一家小店，坐在角落等着你出现。或许那时我没哭，你带着笑脸，不说什么，默默你的脸。你干啥去了？看家里还有诗词。你在搜明天要带的东西啊？明天能到吗？点的外卖。明天还不一定出院。肯定出了呀，80%。是你的手揉搓我的梦，难以承受，这有多难受？顺从太久，连呼吸都很小声。很想知道究竟为什么，紧紧抱着还是会挣脱。外面下着雨呢，能不能留下陪我？不顾一切，或者是放过我。埋怨的话我不想对你说，只想请你理智的交割。不是热热的眉头，转身走向你平居的角落，不想你难过难做。手揉搓我的梦，难以承受，这有多难受？小声，很想知道究竟为什么，紧紧抱着还是会挣脱。外面下着雨呢，能不能留下陪我？不顾一切，或者是放过我。埋怨的话我不想对你说，只想请你理智的交割。
着你装睡时皱的眉头，转身走到你密闭的角落，不想你难过难做。难过难做。我找着歌词都没找着，就在这扒拉歌词。我是越来越像你，什么我是越来越……哦。是你的手揉搓我的梦，难以承受，这有多难受？深踪太久，连呼吸都很小声。很想知道究竟为什么，紧紧抱着还是会挣脱。外面下着雨呢，能不能留下陪我？不顾一切，或者是放过我。埋怨的话，我不想对你说。这首歌还没上，打算给那个二把刀唱。你的脸很深情，你的眼睛，哎，我没有歌词。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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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回来，等我回家。你的音色都很希望你演出，谢谢。这首歌叫跟我回家，但是没写那个歌词写完了，但是就觉得那个写的不是特别好，这一直没发啊。
突然看到一个大合照，这一次我家人。哪个是你？呀，哪个这边呢？因为我年纪最小，旁边这个那是我曾经的姐姐。这旁边是我哥。我妈这张照片就像贵太太，好有钱。是我妈妈，旁边是我姐姐。妈妈这个裙子想让她汉子太大气。所以我觉得就是那个赵淑芬跟我妈妈长得像。我说这个赵淑芬跟那个小薇的妈妈那个扮演那个，然后就跟我妈妈长得其实有点像。我当时看着那个就是小薇妈妈那个演员，就觉得跟我妈妈有一点点像。我跟妈妈长得像我不觉得，我跟家里都长得都不像。这是我姐姐。这是我姐姐。这是我哥哥。我哥哥看着比我年纪小。我哥哥跟我长得不像。你哥头发是黑的吗？他这几年也操心。这是我爸爸。中间的是我爸爸。我跟我爸长得不像。对，我跟家里人长得都不像。小的时候，我妈就开玩笑说我是抱来的，我就觉得真是抱。真是棒，一点儿不像，我跟我妈也不像。不会真的是。没准儿。不像，我跟我妈妈也不像。非常越来越像你们可以啊。越来越像。来吧，这首歌送给刚才点这首歌的朋友，沃里威尔。每次想你，我都怀疑错的是我自己。呼朋劝我，狗友劝我，没有任何意义。
一个人在家等天晴，看着无声电视机，然后在吵闹的情歌中昏迷。你的背影，你的声音，你好闻的气息，让我目眩，让我头晕，让我歇斯底里。我才不会再见你，我也舍不得忘记。我想我会在无情矫情中死去。忽然间很怀念你沉默不语时有我守着你，可是我也有委屈。忽然间很害怕在巷子在天气偶然的看见你，我会哭着奔向你。每次想你我都怀疑错的是我自己，不碰劝我都有劝我没有任何意义。一个人在家等天气，看着无声电视机，然后在吵闹的情歌中昏迷。我也尝试写歌给你，然后感动我自己，让别人慢慢的慢慢的提醒你。忽然间很怀念你沉默不语时有我陪着你，可是我也有委屈。忽然间很害怕在巷子在天气偶然的看见你，我会哭着奔向你。忽然间很怀念我是不是从来没有爱过你，所以才如此狠心。忽然间很感谢是你让我俩能更了解爱情，所以越来越想你。你的背影，你的声音，你好闻的气息，让我目眩，让我头晕，让我歇斯底里。我才不会再见你，我也舍不得忘记。我想我会在无情矫情中死去。关于影响的定义，是他们不断提醒，不知和不觉中我越来越想你。我真的越来越像你前任了，无意识的会去以他的习惯去思考问题。怎么点歌啊？随便点，左手指月唱不了。小说呀，好，尽量满足大家啊。小说，绿豆的片头什么时候上？绿豆的片头风筝已经上了，剩下都不上剩下都是实体专辑里面的。
还记得你曾经幸福地和我说，他出现你就变了，你穿的所有衣服他都会熨好，每天的牛奶都是热的，你喜欢逗逗抱他，当他忙碌着，他总是笑你默认。你们计划着未来简单的生活，我笑笑说着就是一部小说，对吗？爱情来时就像一阵微风吹过头，他的温柔就像你也归时的路灯，再糟糕的事他总能静静地对你说，再烂的声音都变得深刻。爱情走后你总结着自己的心得，哭过之后已忍受是真伤的冰冷，熟悉的街道陌生人又喝光了啤酒，你看着他摇晃的背影跟着走。还记得你曾经幸福地和我说，他出现你就变了，你穿的所有衣服他都会熨好，每天的牛奶都是热的，你习惯偷偷抱他，当他忙碌着，他总是笑你默认。你们计划着未来简单的生活，我笑笑说着就是一部小说，对吗？爱情来时就像一阵微风吹过头，他的温柔就像你也归时的路灯，再糟糕的事他总能静静地对你说，再烂的电影都变得深刻。爱情走后你总结着自己的心得，哭过之后已忍受是真伤的冰冷，熟悉的街道陌生人又喝光了啤酒，你看着他摇晃的背影跟着走一定不唱跟我回家的跟着走一直都没放过就跟着走一定不能唱，我告诉你，要唱了这个跟着走就变味儿了。谢谢开心每天啊。气息要求太高了，我的歌要求都高，因为我
我的写歌习惯就是要气要长一点，就是所有的歌其实都写的都有点憋得慌。我知道写歌没用，写再多唱再多，你也不懂我的心，就像是陷入了沼泽。分开后的生活，我咳嗽越来越重，那你呢？胃是否还会疼？我知道不该承诺，说再多唱再多，你也不懂，都怪我。什么？就是你们知道吗？就是现在的那个 iPad， 它现在它改版了，你知道吧？你们现在有用 iPad 吧？它这个东西它来回跳，你知道吧？它就出现这种情况。这歌词看不见，不知道怎么，你看这一会儿就这样了，然后一会儿就没了，反正就是特别烦。然后它现在有最大化、最小化。对，它现在，你看它这个就是这个边上，我现在就是把它就是放不了正中间。就这个放不了最正中间，真他妈烦！为什么好像可以设置？那为什么要整这个模式呢？我现在就扒拉不回去，算了，不唱了啊！聊会天儿。聊天啊，孩子们。不唱了，唱的有点恼火。你没看我一直在那块扒拉，我就扒拉不过来。也9点多了，怕那个等会儿那个扰民。这边都是老头老太太，这老头老太太下熬了，下抽了。朋友呢分手了，还是不合适。我以后我再也不会谈恋爱了。我以后再也不谈恋爱。这其实跟别人在一起，这还不如多爱爱自己。对。再有，我跟大家说，就是肌肉男你别找。肌肉男你就别找，肌肉男需求太大。就你看他们健身啊，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那个可能是肾上腺素啊什么的，这些东西可能因为他们健身，他们总产出什么二氧化碳，这二氧化碳然后就会影响这个性欲之类的，挺吓人的。
我明天要住院，今天晚上刚才就威胁我，就说你晚上你得交一次粮。我说我明天住院，我交什么粮？他说你不交粮就分手，就这样我俩就分了。我明天我要住院，他都不放过。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工具。没意思，我觉得谈恋爱真没意思。不要这么说，真没意思。通讯录哪来呢？对呀，通讯录就是都有需求，要么呢就是身体上的需求，要不就是物质上的需求，他都要。我这么说，我跟他在一起以后，我要1分钱，我花1分钱，我得找他要1分钱，我兜里就是我的那个钱包，那个账户钱包里没超过20，就每个月的时候，我支付宝里能有100块钱，还是人家粉丝给我转的。人固定给我转100，就那个粉丝可能都不知道我多渴望他能够准时的能把这100块钱打到我的支付宝上，这是我唯一的就是乐趣了。我每个月就指这些活着。看太紧也不太好，对呀。看太紧真不好。你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了，是啊。你跟龚大火还有联系吗？没有联系。没有联系。就其实我单方面的，我会觉得说合作过的演员，其实就是大家就是有缘分，不在一起工作或者说不联系，其实就代表着说，可能就是大家想的东西或者以后的规划发展不一样，所以就没有必要就是什么联系不联系，就是因为每个人，我觉得就是你们要明白一点，就是每个人和每个人，其实每个人的人生都是由别人组成的，他不是说一个人陪你到一生。对，反正我已经习惯了，有点吓人了，有点吓人什么？朋友是阶段性，就是战友，包括同事，包括很多都是阶段性的，然后他们就从你的人生当中消失了，然后他们会有自己的规划，就是有一些演员，其实我们在合作的时候，其实就会发现可能三观啊，或者说习惯不相同，然后就是合作完之后就逐渐的就淡出联系了。帅这不代表什么呀？就是难道说你因为这个人帅，你就要跟他保持联络啊？不会。我身边帅哥其实还蛮多的，就是我现在看到帅哥不太会有像你们那么大的反应，就是我可能
让我比较兴奋的是，能够有一个阶段性的一个事业上的成功啊，就是对这个外表没有太大的兴趣，就是就是什么人没有太大的兴趣。但如果说就是这段时间这个人生的经历可能会丰富一点，可能会更在意一点，阶段性事业不是阶段性事业，就是对于我来讲的话，现在就是人并不会让我感兴趣啊，就是什么这个人好看，这个人不好看的，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不会，就是没有那么大的兴奋。要有，我觉得让我兴奋的一点就是说，可能要赚一笔钱，我说出一首歌，拍一部剧，可能会这个会比较兴奋一点。因为我说实在，我这个情况只是跟很多圈子里的人打交道，然后接触够了，累了，觉得圈子里，我就这么说，圈子里80%的人是相同的人，包括我觉得社会里面应该也是一样的，就是更何况这圈子有80%都是相同的，这个圈子里的人，就都想法啊，包括那个就是审美啊，包括一些行为啊，都相同就大多数都相同，所以你们想了解什么呢？就如果说就是你们可能对，因为有的人其实他们没有接触过这个圈子里的一些事儿，如果你们不懂的话，你们可以来问我，就是都会告诉你们只要我知道的我都会告诉你们，但我可能总说实话我会得罪人比如说你们想知道直播的一些事儿你们想知道直播圈的一些事儿包括想知道什么那个网红圈的一些事儿想知道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名媛圈的一些事儿都可以跟我说就都可以问我都会告诉你们，但可能有的可能尺度太大的就不能说了你们想知道什么呢？就是你们问一下问题嘛，就比如说你们好不好奇就是主播和榜一大哥的之间的关系呢？就是你们好不好奇就是一个主播跟榜一大哥是什么关系呢？就是他们会不会真的像传说中的那样，就是一定会被榜一大哥怎么对，你们得问问题对，因为就是很多人其实看直播就会很好奇，就说这个主播有这么多榜一大哥，他会不会跟榜一大哥，为什么这个榜一大哥没事给他刷礼物网上传说那个主播和榜一大哥会偷偷见面，然后会怎么样的有没有好奇你说说你们的问题说说你们的问题好奇你才不大，怎么好些地方早生华发了？什么早生华发了？这个应该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可能是个六指儿他可能打字就是多打了一个，然后他就白发白发这白发就是属于那什么，属于那个，我觉得跟心情有关系，然后再加上也白了20年了，我头发已经白了20年了再加上创业榜一大哥还不知道你和榜一大哥的关系，我先榜一大哥是谁开心每一天是谁开心每一天第一次当榜一大哥吧还没来得及，我俩有什么关系？开心每一天你等一会儿
还没来得及认识这个宝一大哥，等一等啊，私底下联系你啊。你们想问什么问题？那个822那个600块钱，于南你加把油啊！于南你加把油啊！看他问的啥问题呀？生活工作辛苦，生活工作辛苦，就是我觉得我的辛苦大家应该能看见吧？我的辛苦大家看不见吗？就是谁会觉得说我不辛苦，或者说我每天就是很逍遥自在？有多少人是这么觉得的？就有多少人是这么觉得的？就是有没有会觉得说我是一个特别特别那个逍遥自在，然后没事睡睡演员，然后那个就是到处旅游的人？你们有没有这么觉得的？就是你们来评价一下我嘛。如果说就是让你们来评价一下我，你们怎么去评价我？就你们会觉得说我是一个好，那我就几个词我来那个就是说问大家，如果大家觉得说如果说大家觉得说我说的那个比较那个对的话，大家就扣1啊。我就说几个词，大家如果跟你们想象的一样，就是那个你们就扣1。比如说你们会觉得我是一个，我现在正式问了啊，大家随时扣1啊。你们会觉得我平时很多应酬吗？你们会觉得我平时很多应酬，然后应酬莺莺燕燕吗？你们会觉得吗？觉得的请扣1。好，不用扣1了啊。我现在正式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之前做酒吧的时候会，然后对，之前做酒吧的时候会，因为我就是做酒吧的，然后有很多的大客户在我这买。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之前的那个大客户是指什么？就是在我这喝一支酒大概能喝2000块钱左右的，或者说他总来，就是因为有的大客户是每周5、周6他们都会来，然后会给我们那个就带业绩，可能2000、5000、1万之类的这种。所以我跟他们就是因为大家都是通讯录嘛，所以他们就是认识了以后就总在一起。那个就是比如说我们周5晚上会来我们酒吧，周5晚上就是晚饭的时候，我就会请他们吃一顿8、9千的这种饭，因为大概10个人8、9千嘛。然后晚上他们就吃完这顿饭，大概在10点左右，我们就来酒吧，他们就来开酒之前这种场合会比较多包括之前那个我在北京，我上一次就是我拍芝麻之前在北京，那个时候其实是因为我跟浩浩分手之后，然后我就染上喝酒的毛病了，然后我就认识了很多圈子里的人，他们就因为那个时候也算是个小网红，然后他们就带我去参加饭局带我去参加饭局以后，然后就认识了很多朋友，然后就没事你请我请，然后再加上因为我算是一个小网红嘛，带着我就会比较有面子还是怎么着，反正就是我经常会被邀请，所以那个时候也无聊就参加了一些饭局。但是就是我跟二把刀在一起之后，因为我今年的身份是个学生，再一个就是忙这个片子，再加上二把刀也不太喜欢应酬，二把刀是那种就是见到人他就会非常不自在不舒服的人，所以我就几乎没有应酬几乎没有应酬。今年连拍戏的那种应酬也没有参加，
就是因为我觉得二把刀太内向了，然后我出去应酬的话，也会觉得说前几年喝酒喝得太凶了，所以我现在很长时间不喝酒以后，然后我喝一次酒就头疼啊，就像那个二把刀在那个他的抖音里面说的，说那个我喝完酒头巨疼，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长时间不喝酒。你再去喝酒，我就觉得非常头疼，而且今年的身份就是个学生，没什么应酬。但你要说让我应酬吧，我也能应酬，但是确实没必要啊。这可能年纪越来越大了，就觉得说，身体最重要。而且那些应酬，我应酬了这么多年，其实这些应酬没什么用。而且有一些应酬，你可能在这个场合，见到了一些人，但是他们其实，可能对你的人感兴趣，但是对你的事业并不感兴趣，没有什么关联。对，所以就不应酬了。来，我说第二个词啊，你们觉得说，我是一个你们觉得我每次拍戏都会潜规则演员的，请扣一。你们觉得我每次拍戏都会潜规则演员的，请扣一。来，每次拍戏，我都会潜规则演员的，请扣一。来，每一次我拍戏都会潜规则演员的，请扣一。还有没有扣一的？没有啊，这个大家还挺信任我的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说，我每一部戏都没有潜规则过演员，从来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我拍这个戏啊，我给大家说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就是我们每次拍戏大概都要花20万到50万左右。就是我们每次拍戏的费用大概是20万到50万左右，20万到50万左右。所以这20万到50万就是其实对于一个就是短片来讲的话是非常少的，不够的钱，这个钱非常不够。给大家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如果说我要是100万或者200万的这个预算的话，我可能会清闲下来。我清闲下来可能就是会有动一些歪心思啊怎么样的，但是其实我们因为20万基本上，如果说我们预算20万的话，这基本上每一个岗位我都要去做，这就导致了一是我没时间，二是我没体力啊。就是20万的话就代表着说我又要做灯光，我又要去辅助，我又要演片子，我又要写歌，我又要去写剧本，我忙前忙后，我要去剪辑，所以我根本就没时间。我怎么可能有时间呢？因为你要说你有助理，你要有助理的话，你把这些工作都安排给别人你把助理都给你忙活了，就准备工作，助理来吧，你导演一点都不用说就没有时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网上传就是说我拍剧就是为了睡演员，我就很好奇啊，就是说就这种网上的评论，就是说我拍剧，我每拍一部剧其实就是为了睡演员，这种说法，就是我想问一下，就这帮人是金子做的吗？就是我要花20万去睡一下，我怎么那么大瘾呢？请问我这些演员哪个值得我花20万去睡一下？你们知不知道20万是什么概念？我至于花20万就睡了一个演员吗？他们是有多金贵呀？我说句不好听的，20万我能就是20万都能挤那个18线明星都可以了，更何况是这个圈子里的这些，他们值吗？这个圈子里最不缺的就是长得好看的人，身材棒的人。可能你们够不着，但是我说实在的，我身边就是
特别北京啊一些大城市啊，你随便出来一个都健身的特别好的，当然没有二把刀健的好，但其实就是基本上大家都在健身，都有点那个长相，所以就是我花20万去为了就是睡别人，我觉得真很奇怪。第3点啊，就说我睡我会潜规则这个东西，潜规则这个事儿啊，就是潜规则，我跟大家说一点是什么呢？如果是我只做了2部片子，然后我每一次都是潜规则，这个说得通。但如果说这么多年我持续的在输片子，持续的在忙碌着，我做这个片子就一定不是为了潜规则，我做这个片子一定是为了我喜欢这个行业，我喜欢拍片儿。这点你们能明白吗？如果说我是一个投资人，或者说我有钱的话，那我拍一部片子，我想睡那个演员 OK， 这没问题。但如果说这么多年我在持续的在做一件事情，一定是我的热爱。所以你们就是说这种话的话，就是你们就不懂什么是热爱，你们不懂一个人的那个行为准则，我觉得你们生活当中也没有热爱。还有就是像这个玄义军说的，如果说这么多年我潜规则任何一个演员的话，那你就说同性恋这个嘴多松啊，你们知道吧？就是如果说就这么多年你看我拍了将近5、6部戏了，跟我合作将近10多个演员了，可能20多个、10多个、20多个都有了。就同性恋的嘴是最松的，最没把门的，他们随随便便就爆出来了呀。我在剧组里边那谁一直想潜规则我没同意，或者说潜规则我了没同意，就是我觉得真正被我潜了的话，可能他不好意思说出来。那你就说我真的百发百中吗？我想潜他，然后我就能潜到吗？不太可能吧，有的肯定是潜不到的，有的人就会在外面说百里啊，当时想潜规则我，那有没有一个人去出来这么说呢？有没有一个人去这么说的？就是我合作过这么多演员，有没有爆料说我潜规则的？完全没有，那就是没有过呀，而且我就说实在的，现在你们根本就不知道谁才是大王。如果说一个剧组里边什么导演潜规则演员，你们真的不懂这个先后关系，正应该是这些演员想靠导演上位，怎么可能导演去潜演员呢？我这么多演员，我干嘛要潜你呢？对不对？这不是说先得有资本的才会有这些演员吗？对吧？这个话题过了啊，我觉得我解释的非常明白了。我给你们就是做了很多的假设和比如，这么多年，就像刚才说的，这么多年我可能只跟二把刀在一起了，就这么多年啊，这么多年我拍戏拍了6、7部，我就唯一一个跟二把刀在一起了，而且确实是二把刀潜的我，对，确实是二把刀潜的我，还有什么问题？来，再给大家一个标签啊，这么多年，大家会觉得说，我除了二把刀，我还跟别人产生过情感的，请扣1。这么多年，觉得我除了二把刀之外，还跟其他演员产生过情感的，请扣1。来，我看有多少。这么多年，我除了二把刀，还跟其他演员产生过感情的，请扣1。好，这个我不否认。哎呀，
这个我真不否认。对，就是我不说是谁啊，我不说是谁啊，就是我在拍戏的时候，因为二把刀，你们知道这段感情是二把刀就是勾搭的我吗？对，大家都知道了。其实有一段感情里也是那个演员，跟我特别暧昧。那个演员就是先招惹我，就是他可能那个演员有一个什么习惯呢？就是会散发个人魅力，然后就会呈现出就是那种就是图图那个有什么事儿我在呢，我在呢然后在人前会跟你玩一些小暧昧，比如说碰你一下啊，当着别人面就是搂你一下啊，或者说就是半夜会给你打个电话呀，会弄这种小暧昧然后呢，对，我其实就那个时候可能就是然后后来我其实有点当真了，但是后来我就发现原来他对每个人都这样就这一套小连招，其实我就懵了。然后后来我确实是动心了，但是我们的关系只限于动心，没有发生其他东西就没有发生过其他的一些过分的行为，只是我确实是心里动心了。然后等我想真正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发现他对每个人都这样而且这是他的杀手锏这是他的杀手锏。然后其实他私底下就是挺是确实会有这么个阶段，但是没有了，就除了这个没有了。就后来我就会对圈子里的这类人，我一眼我就能看出来。就因为我接触了这个人，然后我知道就是说有这么个经历，然后我再看圈子里有一些特别是一些名媛因为我接触了这个人，然后我看就圈子里一些名媛，我一打眼我就知道婊子就有这种感觉，我就知道了，他狐妹子，对我就知道了。好了，我们就解释清楚了，是不是解释清楚了，再来大家觉得我很有钱的请扣1，就是大家觉得我经常用钱去买爱情的请扣1，来，大家觉得我经常用钱去买爱情的请扣1，来，大家觉得我经常用钱去获得爱情的请扣1，来，好，这个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我觉得这个我不认同我觉得我这个不认同，是因为我其实是确定关系之后才会给别人花钱就是有一个先后顺序，就是不是说我追一个人的时候我就砸钱去追，我没有过，因为我们金牛座特别的务实。就有的人说金牛座抠，我觉得就是不是这么回事，但是我们跟别人在一起之后，我们非常大方，特别是我觉得我比较大方
就是所以，有人说我是花钱买爱情的话，我觉得这个不太成立确实，我跟别人在一起，因为我其实每谈的恋爱大家都知道，因为我不是一个遮遮掩掩的人，我谈的所有的感情，其实我都会在网上说，别人也都会知道说我现在是不单身的一个状态，我不太会像有一些网红或者主播，他们就是隐藏自己谈恋爱的事儿我不会，因为我觉得我谈恋爱就是一心一意，我没有太多精力去花在那么多人身上。我觉得我谈一段感情，就给这个人花点钱，我都有点有点费力了因为谈恋爱我觉得是非常花钱的你们可能谈恋爱你们不花钱，可能你们是赚钱的但我是花钱的我可能谈个恋爱我就得出血，所以我没有通过给别人花钱去获得爱情。饿不饿？还行。你吃不吃？还行。你吃我就跟你吃，你不吃我就不吃。但我想吃卷饼或者说烤鸭那种。点烤鸭吗？行。对，所以就是没有说是通过就什么展示财力才会让别人给我花钱不是才是我展现财力让别人才跟我在一起再有一个我再问问大家，大家觉得说我现在是一个有钱人吗？如果你觉得我是个有钱人，请扣1；如果你们觉得我没钱，请扣0。你们觉得我是有钱人吗？就是在你们意识当中的有钱人，请扣1；就是你们觉得我不有钱，请扣0好，我跟大家正式说一下，就是说，我觉得我不是个有钱人，因为我见过太多有钱人了。我现在只能说，我现在其实是没有安全感的状态，然后我现在名下只有一个别墅，但是这个别墅我是贷款买的，还有一半的贷款没还。我名下也还有一辆车，就是一个就是现在这个别墅能值个100多万100多万的别墅是一个3线城市一个别墅，然后还有一辆车，就仅此而已。就这车没贷款房子还有一半的贷款。所以你们觉得我有钱吗？我没钱，我每个月其实没什么收入对存款也没什么，我哪有什么存款所以我不算是个有钱人这个真诚的告诉大家，就只有一套房子了剧里那辆车就是你自己的车吧？那个车卖了我之前买了4、5辆车我之前买了4、5辆车，然后4套房子吧都赔了该卖的卖，该赔的赔这么真实，几乎实名上网了。我可以跟大家说呀，那个时候确实是做生意亏了好多，房产也亏了好多还有大家会觉得说有多少人觉得说
我跟二把刀是利益关系，请扣一。有多少人觉得我跟二把刀是利益关系？觉得请扣一，不觉得请扣0。我看看，来，有多少人觉得我跟二把刀是利益关系？你要觉得是利益关系，你就扣一；不是利益关系，请扣0。这个大家一致的认同我们不是利益关系啊。我跟二把刀不是利益关系，因为我可以这样说，就是我俩都是恋爱脑。我俩都是恋爱脑，我俩就是谈恋爱其实还比较合拍，然后就是我现在我不能说有多爱他吧，但是我会每天看见他在旁边，我会觉得挺可爱的，挺可爱的。好，有多少人觉得我还没放下前任的就扣一？有没有觉得说我还没放下前任的请扣一？觉得我放下的请扣0。来，有没有觉得我没放下前任的请扣一？放下的请扣0。来，都觉得我没放下前任啊！哎呀，我的妈呀！好，我觉得就是我正式回答一下，我觉得就是前任给我的感觉其实很奇怪前任给我的感觉很奇怪，就是我跟前任其实是一个特别完整的一段关系。我跟前任是一个特别完整，就是因为我跟二把刀其实在一起才半年时间，不到半年的时间，就是才几个月。但是我跟前任就是在一起2年多，而且就是跟前任在一起就是很完整，包括也有争吵，也有平淡，也有那种就是分歧之类的。所以就是说我一开始不喜欢我前任，但是后来我就有点习惯他在我生命当中了。再后来就是会有非常大的矛盾了，再后来就不得不逼他去改，但是我们中间就是让他改了很久，他也改不了。小大夫其实没太大毛病，但是可能就跟我就是那个相处起来就会非常非常的难，后来就还是分开了。但是我就这么跟大家说，其实我已经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是他不是适合我的人，而且就是他他没毛病他没毛病，他也没有错，但我俩在一起会巨累，非常非常的累，所以分开真的是想清楚了分开是真的想清楚了。但是呢，我始终对他吧会有一点点就是遗憾或者愧疚，就是我会觉得说，首先第一点就是我觉得他年纪小，然后虽然说我不是他第一个对象但是可能我跟他在一起之后，我可能会影响他的一生，可能因为我这个人存在。然后我始终觉得说自己做的不够好，就是会觉得说就对他好的时候是好，但是有的时候吧就真的自己有很大的问题，然后分开了其实也不，我觉得他整个跟我在一起他压力挺大的。最重要的一点，我就觉得他年纪太小了，我对他有一种孩子的那种不放心。你们能懂这种感觉吗？就是到最后的阶段，我们在一起2年之后，就是最后的那个就是最后半年那个阶段，
我就找不到我俩是可能最后1年的时间，我们都找不到就是情侣的那种关系了。有一点点像自己的孩子，有点像自己的弟弟，有点像自己的家人，就那种感觉，就是，哎呀，就是觉得，哎，这个人真的是，对，就你确实会惦记，哎，惦记的要死，然后就包括他，其实他跟我分开那段时间，他有在吃，抑郁的药，他有在吃抑郁的药。那个时候就是二把刀其实非常不理解，就是为什么我不让他离开我家住，就是让他出去住之类的。我说因为就是二把刀始终都觉得说我放不下，其实我真的是习惯了，因为跟小大夫在一起就2年，其中有1年都是我在担心他，我在管着他，管了1年了，你说我能放得下吗？就放不下的一个人，到现在你看他也没，就是因为他找的工作其实离我家开车半小时，他找的工作现在离我家是半小时，就离我那个别墅是半个小时，所以呢，我就没让他搬走，因为他搬走了以后，他得租房子，他得出去租房子去。再一个吧，我妈和我姐，都觉得说就是那个这个我前任，挺好的，然后就是，就觉得说那个那啥，对，就是，这很，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小大夫是没有家人管他的，就是小大夫是没有家人管他的，因为他爸爸再婚了嘛，所以就是，哎，就觉得很，对，我完全出柜了呀，我完全出柜了，我家里人是非常支持我谈恋爱的，但是他们希望我找个有钱的，我姐还有我妈天天就跟我说，哎呀，你跟那个人在一起多好，你说你怎么就找这些，你知道吧？我妈和我姐就觉得说，哎，你就跟那些那几个怎么样？对，我又不喜欢有钱的，所以我也，我妈和我姐就说，哎，处了一个又一个的，你说你搭了多少钱？就那种，对，所以说我就一直没让他，出去住之类的。我始终觉得就是说，如果可以的话，如果说二把刀不介意的话，如果小大夫不介意的话，我想管小大夫一辈子的，就是，就是，当然这个不，当然这点就是怎么说呢？这点所有人都舒服的一个关系啊，但是就是只是理想3口死不想，不是3口，就是想，很担心他，就是很担心他社会能力也不行，然后赚钱能力也不行，然后哎呀性格也特别内向，然后又没有家里的，又没有家里的那个就是辅助，对，他会谈恋爱然后搬走，我也觉得会。我上一次回去的时候，我跟他聊了，因为其实上一次回去的时候，我主要解释了一下二把刀和我的这个，就是因为网上传二把刀好像是那个，当时是传的是什么二把刀是图我钱之类的，怎么样的，然后我回去干啥去了，反正我就回去了。回去拍戏，对，拍戏，然后就回去了。回去以后，
就跟他聊了一下，我说二把刀没图我钱。第二点我说他那个时候有问我说为什么二把刀就是能这么快的跟我在一起，我说因为他填补了我在你身上所有那种遗憾和痛苦，因为我跟小大夫约定和计划的一些事儿实行的非常难，但是我遇到二把刀之后，我就觉得说原来两个人有共同的计划，然后有商有量的这种感觉这么好。我跟我跟小大夫说，我说我跟你在一起其实真的很伤，就是伤身，就是那种就是我跟小大夫在一起，我是会觉得说每做一件事情都不顺，然后就会很在意，就会很伤自己的元气的那种。但是就是二把刀可能他就是一个治愈的人啊，他是一个治愈的人，所以就是我看到二把刀，然后我能感受到二把刀他的真诚，还有跟他相处的那种状态，我就说我觉得是对了啊。所以我也跟那个小大夫说，我说我也不是说我也不是说那个还想就是跟你有什么关系，但是我想一直管着你。我说如果说你以后要谈恋爱的话，你让我帮你看看，因为我圈子里认识的人多，而且我社会经验也比较多。如果我觉得如果说你在跟别人处的关系里边可能会有一些不懂的事儿，你问问我说不定我能看出来他是不是骗你钱呢，骗你感情之类的。或者说其实我现在已经有一定的能力，就是能感受到他是不是有对象，你是不是小三儿之类的。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有的时候你问问我，看我这个人我认不认识他，他这个口碑怎么样啊。所以对，包括前一段时间我跟二把刀其实有争吵。为什么争吵呢？因为其实我们马上要回惠州了啊，我们马上要回惠州了。回惠州之后吧，我就说因为那个就是小大夫那个房子一直空着，然后我就跟二把刀说，我说要不咱们把小大夫的房子租下来吧。我说咱们要不要把小大夫的房子租下来？然后二把刀就有点不太愿意。我说为什么我想租他的房子呢？首先第一点，他那个房子吧，虽然说就是地理位置比较偏，但是其实去市中心的就是它周围没有什么东西，但是他去市中心开车的话，甚至比我别墅要去惠阳的市中心要近。然后第二点呢，小大夫的房子应该是自己的房子，算是自己家的房子了，所以养狗就比较方便。我现在如果回惠州的话，我肯定得租房子，因为小大夫住在家里嘛，那这二把刀和小大夫不能那啥嘛，对不对？然后我就说咱们就是那个租小大夫的房子，咱们可以养狗啊，你要外边的那个房东就不许你养狗。第三点，我说以后咱们可能是旅居的一个状态，可能在惠州住不到1年。如果说我们在惠州租个房子，也就是那个签了1年的合同，到时候人家押金肯定不给你退啊。对，我说押金肯定不给我退。然后我就说那个第4点呢，就是那个房子其实是特别空的房子啊，那个房子是一个空着的房子。然后小大夫其实也一直想租出去，但是呢那边那个房子吧，说实在的，如果说配齐家具啊，配齐空调啊，可能要15000到2万块钱。小大夫现在也没有太多的闲钱，我就说那咱们住进去吧，咱们这些东西能给他留着，哪怕这个咱们搬走的这些东西他能出租出去啊。
所以就当时二把刀其实是不同意的，最近就同意了，所以我们回去可能就住小大夫的那个房子了，可能会住小大夫的房子。还有就是，你们现在有没有好奇，就是说我为什么给小大夫买房子这件事情，就是到现在都不知道我为什么一直都纠结给小大夫买房子这件事情，请扣一。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为什么要给他买房子。为什么就是说我会给他买这个房子，你们有没有好奇的？好奇的请扣一。其实买这个房子其实是因为这么个事儿，我给大家详细讲一下。我跟小大夫分手之前吵的一次架，就是因为我哥哥的丈母娘，老丈人一家人要来找我哥哥过年，然后吧，因为我是出柜的状态，但是我嫂子是不知道的，我嫂子那家人也不知道，所以他们来过年的话，可能我就得让小大夫回避一下。你们能懂这个关系吗？就是我哥哥的老丈人老丈母娘要来我家做客，要在我家吃个午饭，大家一起吃个饭。然后这个时候呢，因为我在我嫂子那边是没出柜的，所以我们吃饭那个小大夫也住在就是也住在家里面。其实就是如果说一起见面了会有点尴尬，然后所以我就跟小大夫说，我说过年的时候啊，我说过年的时候可能你要回避一下，我说人家可能就是我没有完全出柜啊，人会觉得很奇怪。小大夫就在那说他就在那边打游戏边说然后我看到他这种不上进的这个劲儿吧，我就特别生气，因为我就有点像你们那个就是那种讨厌的父母那种感觉。我看到他在那块打游戏，漫不经心的说然后我就上火了，我就来火气了，我就说他妈你能不能别打了？我说你可真行。我说你现在连个过年你一点钱都没有。我说你哪怕有点钱，我给你出点钱，咱们买一个房子。你说你在这边也有个房子，你也得有个落脚处，何必说到春节的时候你还得让你出去住呢？我说你现在那惠州的房子那个时候特别便宜，惠州那种老房子20万一间房子。我说他妈一个别墅他妈不是一个的房子，他妈付个首付，你好歹有个家。然后我就在那块骂他，就我有点恨铁不成钢。他没有那个没有生活的那种压力和紧迫感嘛。但是我就觉得让他搬出去，我就特别特别的难受。我就觉得就是如果说我要是被男朋友说过年了我家来人了，你出去躲一躲，你躲避你回避一下，我心里会特别难受。但我看他吧，一点都不难受一点都不难受。然后我就有点着急，然后我就把他一顿骂了以后呢，他就在那块看房子，结果他也不好好看他看也不好好看然后我就来气了，我说得，我说不处了这我就上了那个劲儿了，就觉得说跟他在一起都已经就是气的都不行了，就是哎呀就是死活我就不想处了死活我就不想处了，我就走就那种。然后我就不跟他处了以后，但是我心里就特别特别的难受我就特别特别难受。我就说
我过了一段时间，我给他打电话，我就说，我说那个，那就是我俩已经分手了，我都跟他说分手了。我说你有没有时间呢？他说干啥呀？因为虽然说我俩分手了，但是过年他还在我家过的。虽然说分手了，但是他过年还在我家过的。就是我妈妈，就是我跟他过年之前分的手，然后我妈妈会说你把人孩子那个撵走了干啥呀？咱家买了这么多年货啊，你这么多年货你吃啊？我说那咋整啊？那就把他那个过年把他叫回来吧。结果我就跟小大夫说，我说过年你在你奶奶家吃完饭你就过来。结果他又回来了，回来之后，然后他过年又回去了，住了几天，然后有一天中午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个那哪儿有一个房子，就是惠州有一个房子，然后首付几万块钱，我说你想不想要啊？他说我没钱，我说我给你买，我说这个首付我给你付，但是你自己要付那个每个月月供，然后给他算了一下，每个月月供就是2000块钱，2000多块钱，2000多，然后我就带他去买房了，就咔一顿办完了以后，买完房然后我就踏实了，踏实之后我就觉得说就是特别踏实。哎呀，我买完房我就特别踏实，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说此生无憾了，就觉得说哎呀，他再不争气的话，我也不会帮他还房贷，然后我就觉得我说我完成我的任务了，然后我就毅然决然的我就开始了那个全国的那个全国甚至全世界的旅游然后我就哎呀，就那种感觉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好像有一种就是你爸看着你结婚的那种感觉啊，就那种感觉，就是哎呀，我儿子结婚了，我的一生圆满了，就那种感觉。然后跟他分手啊，分手之后，然后我都觉得说，确实是有的时候会难受，但是同时又会觉得说，哎呀，挺好。为什么我要给他买这个房子？还是因为他家庭的缘故。就是他家庭，就是他爸爸不管他，就是他家里只有一个爸爸，然后但是他爸爸再婚了又不管他，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他可能，因为他一个月就几千块钱的工资，怎么可能他有钱买房呢？我就觉得他可能错过这个机会，他再也没有房了然后紧接着那个他妈买完房就开始他妈狂跌这个房价就哗就跌。他妈妈干嘛去？他妈妈过世了他妈妈过世了他是单亲所以我就特别着急特别着急然后给他买完房，那个房价他那个房子之前值80多万他那房子好像之前值80多万，现在能有个60多万，这才1年2年1年，才1年时间降了20万你咋整？你说他妈的，我说他妈的，我就服了，我都你不给他买还不行，你给他买完了坑了他一把，所以我就说哎呀，真的是好心办坏事儿那种感觉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刚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就是刚才有没有人好奇，就是说小大夫是那个为什么我让他把他工作辞了？就是如果好奇因为小大夫他是个大夫嘛，有人说小大夫是个大夫，他为什么我让他把工作辞了？好奇的请扣1，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好奇这个事请扣1。好，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小大夫
小大夫他叫熊狸嘛，所以我只有我叫他小大夫啊，就是小大夫他网名叫熊狸，但我叫他小大夫。为什么我叫他小大夫呢？因为我跟他认识的时候是疫情期间，然后我买不到温度计，买不到那个测那个新冠的那个试纸，我买不到。然后有身边朋友就说那个这个你得找那个医院的人啊，你得找医院的人。我说我说那个时候就是小大夫来我们酒吧那个喝酒啊，然后呢就是我就顺便我就问了一下，结果呢那个时候我就管他叫小大夫了，因为他在医院工作。但其实小大夫身边熟悉他的人和他的那些网友们没有管他叫小大夫的，都管他叫小护士。只有我叫他小大夫，别人都管他叫小护士。为什么叫小护士呢？因为他只是在医院工作，他不是大夫，他不是大夫的岗位，他也没有学过医生的一些，他也没有这个学历，他也没学过。他是医院里，因为他很亲近在医院里工作，然后把他介绍过来。他的工作是执行，什么执行呢？就是属于那种后勤工作。对，他是后勤工作，他只是在医院工作，就是类似于什么呢？类似于就是给这些医生排班啊，这个医生就是那个就是这个医院可能做什么活动啊、策划呀，对，他没有学过医，因为他也是高中学历吧，反正就是他没有学过这个专业，他只是在医院里因为好像亲戚的关系去医院里，而且他那个行政，对，他是行政啊。就比如说就什么呢？就比如说今天是护士节啊，就比如说今天是护士节，是医生节，然后呢，医生的这个行业里边一定要庆祝这个节日，然后呢，他们就会做海报，然后就会组织大家一起做什么拔河，然后那个怎么样的，就是他是做这个工作的，他不涉及到治病啊什么那个照顾病人呢，他没有，他不会他跟病人是不接触的，能明白不？啊，他跟病人是不接触的，因为他没有这个资质，他不会跟哪怕就是说帮病人换药，他也不能，因为他没有这个资质，所以他是一个非合同工，就是他没有编制啊，他没有编制，然后他的工资少得可怜。然后我跟他认识的时候吧，是在深圳，深圳其实他的工资就每个月月光，因为深圳的生活成本比较高啊，可能他扣除保险，然后加上什么东西，他可能每个月都不剩啊，所以就这样。我跟他在一起之后呢，我主要是心疼他什么呢？因为他医院单位意思跟医院里的清洁工差不多，你这个就是有的人就是说跟清洁工的，你的眼里可能只能看见清洁工，医院他不光有清洁工，可能你没去过高级的单位啊，你要去过高级的单位，会有什么礼宾部啊，会有这什么运营部啊，什么就这些啊，他会有这个部门，你的眼里就是清洁工啊，所以他这个可以混工龄，混不了，他非正式员工，你能明白不？能明白不？啊，他只是做执行，所以那个时候他单位又离我家远，啊，
离我家远。然后呢，他每天就是通勤的话，有五险一金，但是他不是属于医院的，他不属于医院，啊，他不属于医院，对。然后那个时候又离我家远，然后他每天8点要上班，啊，他8点要上班，然后他又离我家远，然后我家那个附近吧，去地铁还要走900米之类的，也挺远的。然后每天吧，他觉都不够睡，因为他们还他妈加班。然后我就说他妈1个月他妈挣这几千块钱，他妈拼了命了。我说那个你要不你就别做了。我说那个你们这行怎么样啊？我说那个这么辛苦图个啥呀？啊，图个啥呀？然后他就说那个那能干啥呀？我说那你想不想做自媒体啊？他说想做，但他不会做。我说你想做的话，我就带你做，对不对？我说我他妈做这么多年，我他妈也带火过一些演员，对不对？然后我就说你要想做的话，你就跟我做。然后他就犹豫，因为他是一个比较没有主意的人。然后我就说，那你如果说你没有主意的话，我这个事儿我不能强迫嘛，能懂不？能懂不？就是这个如果说他不想辞的话，我不可能去强迫人辞，我给别人不了保障。我就说，那你自己想好吧。结果他就想了将近2个月，想了2个月，他突然有一天他跟我说，那我还是辞职吧，我给你做自媒体。我说你想好了啊？我说我也怕担责任，确实那个因为那段时间我也想了很多。我说你想好，我说你要是辞了的话，对不对？你辞了的话，你可能这个工作也是家里托关系给你找的，别那些亲戚会生气，你知道吧？就是给他安排工作的那个亲戚会生气。他说我想好了。我说那你咋想的？他说因为他这个咱们就算一笔账嘛。来，我给大家算一笔账。他每个月咱们就撑死了说，他每个月他能攒2000块钱，实际上他攒不上2000块钱啊，咱们撑死了说，他1个月能攒2000块钱，他1年能攒2万块钱，10年能攒20万，100年能攒200万，200万在深圳买不到房子。但是自媒体可以，而自媒体不遭罪。我说在自媒体可能就是会焦虑，像我有抑郁症，有焦虑症，有人就是有那种就是严重的心理疾病，但是自媒体不会，不会那么辛苦。而且那个时候我有房有车，他一直都羡慕我。我说你要想有房有车的话，你就做自媒体，你靠你那个行业，我就说实在的，你攒个10年，你能攒一个车的首付。车的这个全款，你10年你才能攒20万。所以就是他就想好了，他决定跟我一起干。结果想好了辞了，等干的时候他就干不了了。所以才会有这么多个问题。我解释明白了吗？这个大家明白了吗？就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就是小大夫是我对他的称呼。其实熟悉他的都知道，就是他是小护士啊，大夫和护士是2回事儿啊。
为什么不能兼职做自媒体呢？你这一看你就没有那个，刚才你就没有一直在直播间。他那个破工作呀，每天早8点上班，然后呢，因为我住的地方离他单位又远，他每天6点他就得起床，6点半他就得出门，每天通勤1个半小时。回家他就是晚上下班，他基本上是在7点半到8点才下班，他到家9点了。如果是你的话，你还有能力去兼职做自媒体吗？你能吗？我不能。哎呦，我觉得就这个他这个工作就是你真的没办法说，就觉得特别操蛋的一个工作，工资给这么少，没事还加班。哎呦我的妈呀，就是你说这个破工作有什么加班的呢？你就说赚那么少的钱，你知道在深圳赚那么少的钱，就好比就是什么呢？比如说有一些孩子他们是5、6线城市，就好比就是说在你们5、6线城市赚了1500的工资，你这么想你就知道我为啥就是不想让他干了啊。这么的你就知道了啊。就好比你在你的小县城1个月赚1500的工作，你说我让你干嘛呀？你就做自媒体做自媒体，说不定1晚上就赚回来了，是这样的呀，对，这个叫屁的你说的都对你们说的都对，就是说不是说每个人都适合做自媒体，但你们要知道这个事情是我跟他商量过后的。网上有一种声音说是我让他把工作辞掉的，你们试想一下，就是说如果他自己不想辞，我怎么去他单位我就闹，我说哎，你是他们领导啊，小大夫不在这工作了啊，你赶紧给他办离职，我能他妈这么做吗？而且是我一开始是想让他辞，但是他不辞他不辞，后来他自己想明白了，他辞了，就是他有一个先后顺序，能明白不？这个东西不是说我能干涉的，就好比你有100块钱钱在你手里，我让你去买一个烧饼，你现在后悔了，那钱不在你自己手里吗？他有你这个后盾，他才会辞职的呀。他妈的，那我自杀行不行？哎，我就说这个评论区里就没有，就是有一些人你不正常他有你这个后盾才辞职的，那我自杀呗，我把钱都他妈扔了，这他妈也能怨着我呀？我真的我就是在我之前谈过对象，我是他第3任还是第4任又一个985法硕我是他第3任还是第4任忘了。小大夫现在在做什么工作？他现在在做反正一个公司，因为他好像我也不知道，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是什么学历。对，我现在我都不知道他什么学历，然后我也不知道他大学就是他有什么专业我不知道，但是我听他说过，他学的是那个平面设计我听他说的是他学的是平面设计，
所以他现在找了一份平面设计的工作，比深圳的工资还要高。然后他又住在我家里边，所以他住在我家里，他就没有生活成本。然后他现在赚的又多，他每个月他现在我觉得他要是认真存钱，他一个月能存2000块钱啊。吃饭吗？挺好，就在北京待着吧。谁在北京待着呀？叨叨啥学历？叨叨是2本。所以就是，有些事儿吧，我觉得就是网上对我的偏见太大了，我就觉得怎么的都是我不对。我给他买房子是因为我内疚，我给他买车也是那个我忽悠他，我让他那个辞了他这个该死的工作，说我那个逼他把工作辞掉了。就是真的，我他妈做每一步都他妈是我的错，就我就会觉得说，我这不是正常他妈人都不会觉得说我这是对他好吗？怎么会有人就是他们说我做这些事是害他呢？因为你一直主导他的生活，大哥，你要不想被别人主导生活的话，你别谈恋爱。能懂不？就你这个那个叫用户178565525的，我就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就你这种人，如果说小大夫，如果说小大夫跟我在一起，我不去干预他的生活，我这边风生水起，小大夫一个月就是做那个破工作。你这种人肯定就会跳出来说，你对象你都不管，看他在这块遭罪，你在那块过得风生水起，你怎么不想拉着你对象一把？就你这种人，你就是这种人，你就是这种就是到处挑刺儿。我现在怎么做，你都会挑毛病，能明白不？就你这种人，就是到处就是看别人不顺眼所以就是说，对你这种人就是网上就有这种人，你就是典型的那种人就是我跟他谈恋爱了，明白不？我跟他谈恋爱了，如果说他过得不好的话，我会想着说让他过得更好一点，要不然我能怎么办呢？我跟他谈恋爱了，我过得挺好的，然后想让他过得跟我一样好，我让他去进步，这就不对。那如果说我过得挺好，我不管他任何人，不管他干任何事儿，你们会觉得说我是好人吗？就网上的这些人，我就觉得说，就像这个用户的这个人就太多了就是你但凡你谈过恋爱，你都会知道，我们会被恋爱、被情侣、被同事、被好朋友影响我们自己的生活轨迹。这不是说谁去干预的，这是你生活轨迹里一定会去到达的一个结果，因为你只要接触人，你就会有。像你这种人，你要是这么讲的话，你千万谁也别接触，我觉得你是沾边赖。你人生当中你就自己把自己关在小盒子里边，你千万不要去接触任何人。如果说你过得不好的话，你会赖各种人，能明白吧？你就是赖各种人，你就挖个坑，然后埋点土，数个1、2、3、4、5，你就把自己就是埋在土地里，好不好？你就不要接触人，因为你但凡接触人，你都会被影响
恋爱就是负责任的东西。就我觉得我想让他变好啊，我想让他那个跟我同步调，这是我的错，太奇怪了。那你们现在肯定又会觉得说，哎，我举一反三啊，来，我举一反三，我让二把刀把那个筋膜刀店关了，有多少人觉得我做的不对啊？来，我现在好奇，二把刀他之前开个筋膜刀店，有多少人觉得我不对啊？来，我看看啊，那个用户你不用扣一了，我知道肯定有你啊，你肯定会觉得我做的不对，因为我影响了二把刀的生活轨迹啊。哎，你这个东西那你咋说呢？好咸啊！咸，你少放点酱油。没有觉得不对，好奇是为啥？为啥呢？他前任闹不是财政部，不是厚德载物。我觉得有些话吧，咱们就要说清楚。他前任吧，对他挺好的，而且他这个店吧，其实他前任也帮他，也会帮他就是操心之类的。但是不是说网上传的说这个店是他前任给他开的，不是，是他自己出的钱和那个他合伙人出的钱，然后他前任懂一些运营上的东西，所以就帮他去设计啊，去帮他就是上那个抖音啊、美团之类的啊，确实是帮他做一些东西，但是没出钱。然后呢，因为我跟他突然性的在一起了。图图太强势了，喜欢干涉别人。我他妈干涉谁了，孩子？我就觉得你们特别奇怪啊！我干涉谁了？啊？你们看直播就觉得我干涉别人了？你们能不能了解一下实际的情况啊？我觉得太奇怪了，我觉得我干涉什么了？你说是我哪点干涉了？还咸吗？还咸吗？不是啊。别给我塞了，我要澄清了。你不吃了是吧？等会儿再吃啊。强势一点好，有主见。不是我强势一点，为什么要二把刀把店关了？所以啊，你这个人不了解实际情况，你为什么就直接给我扣一个帽子呢？啊，就是你都不了解，你现在都不了解怎么个事，你为什么说我太强势了，喜欢干涉别人呢？就你为什么先把结果说出来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就什么呢？我俩谈恋爱的事儿吧，我俩谈恋爱这个事儿吧，其实是谁也没想到的，我跟他都没想到，就是我俩拍戏的这几个月没什么互动，而且就是我其实就觉得这个演员是非常难搞的一个演员，所以我就对他没什么兴趣，而且也没有那种好感，甚至连好感都没有，因为我俩拍戏的时候比较生分。你们现在看这个绿豆，觉得我俩就是比较亲密，那真的是靠演，因为我们起码这前面的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剧情都是我俩硬演出来的。现实当中我俩就是不说话，因为我没时间跟他说话，再一个他特别社恐，所以他拍戏的时候我俩没互动。后来呢，我是觉得他拍的特别垃圾，然后我就想办法
把他的戏给小薇，我要跟小薇组 CP， 但是小薇呢那个时候演的也垃圾。我找完小薇以后，我给她写完剧情以后，发现小薇演不出来，索性我又改剧情，又写到她身上了，就这样导致了就是她又开始补拍。第一次补拍也没有什么东西，等到第二次补拍的时候，就说大家一起完成，好好完成。结果我们就加了那个吻戏，加了吻戏。加了吻戏之后呢，可能加了吻戏，我记得那天非常清楚，加了吻戏以后，我俩有生理反应，很尴尬，在片场有生理反应了。我就拿那个单子，就是拍完这场戏，因为我们是在床上的一场，就是上班的一场戏，然后有生理反应，然后赶紧就是拿那个毯子遮了一下。那你说就是拍接吻的戏，那有生理反应，我觉得也正常，对吧？你又不是说一个木头人，你跟别人接吻的戏肯定会有生理反应。但是我们本来设计的是什么呀？我们本来设计的是他亲我一下，然后我上班去了，结果这老小子他开始勾引我，他就是本来就是上班亲完了以后他就上班了，我上班了，结果这老小子就直接就是拍亲的那场戏他伸舌头了，看不出来吧？人心险恶。然后你一伸舌头，那我肯定有生理反应啊，对吧？你别造谣，我伸舌头并不是我勾引你的表现。就是因为我们那场戏就是你们想想早上起来上班那亲一下嘴，我觉得没问题吧？谁大早上起来以后然后要伸舌头，就怎么样？我这个剧本也没写，我也没要求他伸舌头，是他突然就咔一下伸了舌头。等上映了，你让他们去看，亲了2下，你说不行没亲够，那第3下我才伸了舌头。别这么胡说了反正就是他就那啥，他就伸舌头了，然后我们就有生理反应了。生理反应之后，然后从那以后吧，我俩拍戏就怪怪的了。我俩从那以后拍戏就怪怪的了，然后就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就前面都不说话，后边就开始那个啥了，后边就开始就特别，就是特别信任彼此了。但其实我也没信任他，是他比较信任我，就是他跟我舌完吻以后，然后他在片场就他不躲着我了，他就走到哪儿他都黏着我了。然后紧接着第2天就拍了一场喝醉的戏，结果他喝多了，然后他又开始强吻我，他在片场不管不顾了，他已经那场戏本来就是说俩人告白的一场戏，然后在镜头面前就是告个白，结果他喝多了，然后他在那块就是完全不管现场的人，压着我就开始亲。你说的好像就是我就是故意就这么做的。那你喝多了，那我不知道。就是想亲你呀。那我真不知道，反正你喝多了，然后你这不是造我谣吗？我干嘛造你谣？是不是我们原本是要在镜头面前亲完了以后，然后告白，然后就出话了。但是你上来你喝多了，然后以后你就压的。我们原本就没有说要怎么个流程，就是一句一句往下走的。是啊，那咱们就换一个正常人来讲话，那吻戏是不是大家得照顾镜头啊？他没有，他把我压在身底下，然后就是全程在那块亲我，都裹出声了。然后他镜头一点都没拍着。因为它是固定镜头，说的好像我蓄谋已久，你知道吧？它是固定镜头，全程没拍着，然后就所有人都在那懵逼了，就现场就是就那个声音。你别这么夸张。然后全程就是鸦雀无声，大家都面露难色，你知道吧？那个片场，所以就拍完那场戏，其实就觉得说也变觉得奇怪了。对，他就开始就是完全不管不顾了。后来就是2次吻戏之后，然后他就拍的特别好，然后当天我就决定说啊不错，
我要给他那个订头等舱，结果呢，他要走的时候，他就有点难受，啊，他又有点难受了。我说你们咋的了？他说啊，那个可能就再也见不到了之类的。我说是，可能再也见不到了。结果他走了之后，就走了。走了之后，然后他跟他前任可能有一些矛盾了，然后他就背着我分手了。然后所有人都不知道他，就是所有人，他也没跟所有人说他是因为我分的手，然后但是所有人都猜他是因为我分的手。他前任也觉得他是为了我分手，包括他合伙人也觉得是为了我分手，然后网上就起了谣言说我们在片场假戏真做，然后暗自的跟自己对象分手。我说他妈的真能造谣，我说我他妈2月份分的手，我说我跟小戴我早就分手了，然后说他那个是那个怎么样，然后那个不是我知道他分的手，是他合伙人告诉我说二把刀因为你分手了然后我才知道，就这样我就知道他分手了。然后我就说那你是为我分手吗？他说有一部分是，他说主要原因是他跟他前任就是可能沟通上一直有障碍，就是他跟他前任可能就是性格可能有一点点就是不太那个沟通得了之类的啊。然后就是我觉得你的讲述有问题。那可能是因为我作为一个讲述人，我是一个当事人，然后又作为一个讲述人。就是为什么我们这种很美好的爱情的开始被你讲的就好像我蓄谋已久，然后老谋深算一样。等我说完这口的，他4年前芝麻上映的时候他就在看完以后，你又在营造这种氛围，我根本就从来没有过这种想法。你为什么非要每次讲的时候？那你自己说的呀，你说你4年前在地铁上看见我，我是4年前看见你，但是我跟你拍戏就是拍戏，你每次都要营造一个我这蓄谋已久，然后老谋深算的那种感觉。那在片场是不是那个我们都没想过这个事儿？是啊，那被你讲的就好像就是我就是刻意的在制造这种一样。但你为什么就是说那个时候突然喜欢我呢？你肯定是很久，不是很突然喜欢，是慢慢喜欢的。那就算慢慢喜欢你，我也不可能在片场上我就故意就勾引你做这种。我觉得那算是一种勾引。我们拍戏就是那你为什么伸舌头呢？我跟你讲过很多次了，我亲一下你说亲的不够，我又亲一下你还说不够，那我第3下就伸了舌头了。不是，这个事儿我也要为自己辟下谣。那场戏吧，那场戏是马上我上班了，然后呢，他剧情里边他是不上班的，我很剧透了，无所谓，就是那个时候我上班，他不上班，然后我亲完他以后，我要上班去了，然后他就得亲我一下嘛，因为我俩没拍过吻戏，那是第一场吻戏，他可能有点害羞，然后有一点害羞，然后他就很快，就亲的就很快，就很简单的道理，就是说，我那个台词大概是，老婆我上班去了，不是老婆去了，那个宝宝我上班去了，然后他说好，然后然后我俩就亲了一下，就这样。原本剧情是这样，走了，原本是这样，但是他可能比较害羞。宝宝我上班去了，亲我一下，就这样，他这个光速，你知道吧？他是
然后我说，因为我是导演呢，我得照顾那个镜头啊，因为你这么快，就是我说实在的，那个镜头可能捕捉的是残影啊。然后我就说那个那什么，我说那个，因为我这个人吧，我就是不喜欢喊咔，要喊咔的话，这个情绪就断了。我说，我心里我就看着他，我心里就在想，这傻逼。然后我就笑着说，我说没亲够。然后他紧接着又亲，然后我又忍着，我说没亲够。然后他这个时候就开始了，就开始了，就原本就是这样。然后他觉得说是我在引导他，让他舌吻，怎么能是呢？那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我作为第一次拍吻戏的人来说，你说没亲够，我的反应就是导演可能是觉得这种程度不够，然后导演的这种表达就是说，可能这种程度的亲吻是不够的。那好像就是我就特意有意的就想要跟你亲一样。你现在心里就是你现在就是觉得说你没有勾引，是不是？对呀，我本来就没有勾引你啊，我们就是正常的拍戏，那些所有的东西都是当下非常合理发生的。行，谁包括我喝醉酒把你压到底下也是，我就觉得可能就是人醉酒的时候就是那种状态，我才那样的。行，给，不吃了，吃，不吃了，吃妈，不吃了，都没吃多少。你上一边去吧。你每次讲我们俩的戏，好像都是我就刻意就在拍戏的时候就有意勾引你一样。不生气，导演欺负新人没演技，发现没勾引。我勾引你都是在拍戏之外勾引的，我拍戏的当时的我都是非常敬业的，我怎么可能在拍戏的时候勾引？头一次说不过，我只是不愿意，就是说跟他掰扯这些事儿。反正就是图图说的词就是有偏义啊，叨叨肯定不乐意听啊。行，那我不说了，下播吧。行。你看，我说点那个直播什么东西，不愿意听了，那下播吧。傲娇了，图图断红，不是我怕我说错话。叨叨快哄哄图图，我不用哄，我就觉得说，那就直播不爆料了。大家也可以看 B 站和油管。看看叨叨，他在吃饭呢。可能就是示爱而已啊，觉得勾引不好的话，以后就不讲了啊。反正这个事儿也讲过很多次。戏外勾引了，戏外也没勾引，一些暖胃啊，暖胃就可以，是的，
脑没了，讲讲戏外的感情吧，那是暧昧，我们知道暧昧，这是一个网上的梗。刚才你讲前任，他还在出走呢，不是，就是说，就是既然不愿意听，那大家就不听，就是说大家对不讲了，不讲了啊，福特还自己生气呢，我没有生气，我就是会觉得说那就不讲了，我这个嘴有皮啊，就我直播呢，爱有一些那个效果，但是其实这些效果可能那个二把刀听起来就比较刺耳，那就可能就是分寸没用到啊，对，这可能勾引可能会有一点点小效果嘛，因为我单方面我会觉得说啊，我俩可能就是已经被大家接受了，所以就是用的那个勾引这个词，我在这里正式的向二把刀道歉，以后我会那个恪守几则严谨用词，给那个二把刀造成的困扰，我在这里表示深深的歉意，耽误了公共资源。对，因为我是无心之举，就是我可能会觉得，就是勾引这个词可能就是比较有娱乐效果，对，不吃。对，勾引可能大家也听，行，我就不讲了。然后那个就说那个那啥，就是刚才其实铺垫了这么久，就是想解释一下，就是那个为什么会让他那个，就是那个把那个店关了。最主要一点就是他那个时候已经就是分手了嘛，他最主要的他是那个，就是他不是那个突然的跟那个他那个前任分手了嘛？分手之后呢，有几个原因，就是他当时那个合伙人吧，就可能跟他也有一点暖味，他那个当时的合伙人可能跟他也有一点点暖味，然后那个，我也会是心里有点膈应，我说实在我就是有点膈应。然后再加上我俩在一起之后肯定不会异地嘛，然后我就说要不你就把那个店关了，你就把店关了吧，然后那个说一起做自媒体，他也说行，结果就这样就把这个店也关了就这样。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因为我自己做过生意，我大概知道就是说，就是其实现在实体行业不好做，不好做。第二点呢，就是，其实他这个行业也比较辛苦，也赚不了多少钱。就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就是他这个，开这个店，不是说像大家，就是大家可能还会对这个生意会有一些误区嘛，会有就对做生意的人会有一点点误区。其实现在做实体行业的90%都在亏钱，10%是不赚钱，所以就是那个时候我也知道他其实扣除成本，他一个月也就能剩几千块钱，咱都往好了说，因为他那个时候是刚开业没多久，刚开业不到半年，所以他这个那个时候就已经不赚什么钱了，再加上我俩要在一起那个生活。就是说都辞了，再一个就是他那个合伙人也跟他有一点点，对，所以就辞了。辞了以后他就来了以后我就把所有的钱就交给他管嘛，对，
就这样我就让他辞了。我也不敢讲特别搞笑的那个内容，就可能听起来大家就不太好听了，这个不太好听这个故事。我说明白了吗？主要就3点。第一点就是他合伙人对他有一点点暖胃，他合伙人对他有一点点暖胃。第二点呢，就是他这个店吧，其实不赚什么钱，第三点呢，就是他跟他对象分手了，然后我俩在一起了，就这样，我俩就是这3点理由让他辞职了，不是让他关店了。暖胃就是暧昧的意思，暖胃就是暧昧，看一下阿宝刀，有一点点暖胃，谁要看我的？胃暖暖的合伙人是有钱人吗？不知道。谢谢圆头大哥。挺合适的。合伙人应该挺有钱的。合伙人是那个深圳本地的，他们家好像有好几套房子。我深圳都没房子。你没房子，不是以前有卖了吗？还想聊什么？尽量不要涉及到二把刀本人啊，咱们就是聊聊我的事儿就行了。不是不要涉及到我本人，可以涉及到我本人。就是我自己的事儿，我可以随便说啊。我还寻思你这又分了找了叨叨是啥意思？土豆先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没看懂。以为另外的叨叨啊，你说那个舒克那个叨叨是吧？唠心里，话痨心舒服啊。拍剧的目的是为了记录吗？拍剧是自己的爱好啊，就是你对影视是有，因为我平时爱看电影啊，然后我想把自己就是想让自己体验电影啊，然后想拍出电影给别人看呐，这有什么缘故呢？就拍电影要有什么理由吗？就是因为我热爱啊，我喜欢影像啊。我想把我自己的想法，然后想去通过我的故事，然后让别人去感动啊，对吧？这没有啥就是好解释的呀。什么记录什么记录，我自己的故事其实不用记录，不用拍影片去记录啊。嘴皮，下周是更新3集吧？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尽量就是给大家更。分享自己的故事，我没有分享自己的故事，我不想分享自己的故事，我只是说别人的故事我拍着不带感。经常会有人给我写剧本，就说啊，那个给我，就是生活当中会有很多人就觉得说，
我在分享我自己的故事，其实我并不想分享我的故事，是因为我的故事其实挺俗的，而且会引起大家共鸣，所以我就干脆拍我的故事了。你知道有的人会那个粉丝网友就会给我投稿，说我把我的故事写出来了，然后让我拍出来，然后我一看，就是他们的故事也会有共鸣，但是他们的故事吧，其实比我的故事还要俗，因为他们的故事没有什么起伏。就有的人可能觉得这个故事对于他来讲的话，它是一个特别刻骨铭心的，但是它不具备故事性，没有那个拍的那种冲动。就比如说有的人说那个我上学的时候暗恋我的男同学，就这个事儿吧，我首先我就会觉得说我完成不了，主要原因就是我们这个年纪演不了学生了，然后那种演学生的那种演员也不是这个圈子的，明白不？演学生你要太老的话，大家演不了。演学生你要16、17岁的话，很多人又不能当演员，对吧？所以就是这种故事我们拍不了。还有的就是说爱上直男的故事，我这么说吧，爱上直男的故事可能好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但是我本人我是会觉得爱上直男，如果我拍出来的话，我是不是有点鼓励大家爱直男的这个行为呢？我是非常不赞同爱直男的，所以你们爱上直男的故事给我投稿，我也拍不了，能明白不？就是我就觉得说我在鼓励大家爱上直男，鼓励就大家这个觉得美好，这个东西我拍不了。就是我拍不了，所以就是你们的给我投的稿我拍不了。对，拍不了，我这个真拍不了啊。演员需要什么要求？演员就是有观众缘，我觉得最重要。有观众缘，然后演技，其实也重要，但我觉得演戏最主要的是态度。我觉得二把刀和我不说二把刀了，因为二把刀其实挺介意咱们聊的。那个我这次剧里的主角，其实他会背台词，还有我上一部戏的主角，其实他们都在背台词，这非常重要啊，这非常重要。就是这背台词其实是表明了一个态度的问题。表明了一个态度的问题。我觉得有些演员其实他们不背台词，有的照着读都读不明白有的演员就照着读都读不明白，真的是特别愁得慌。但是那个照着读都读不明白的那个演技，居然被大家超级认可。照着读都读不明白的演员的演技被大家超级认可。所以我就觉得说演技这个东西其实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演员他不具备，就是有的演员可能就是他长得观众缘，我觉得就是天大的优势了。他如果说演技再好的话，那就是非常适合吃这碗饭。但是我剧里的演员只有龙二能达到这个条件对。山田也达不到，这么多演员只有龙二能达到。感觉川田演的也挺好，你们又不是在现场，你们怎么知道他演的好呢？
就你们天天说这个演技好，那个演技好，你们没在现场，你们怎么知道他演技好？空大虎，我觉得他没有创造能力。空大虎其实他没有创造能力。其实我觉得龚大虎演的东西可能就是袁成他演的很好，但是可能换了其他角色，可能就是创造能力会比较少一点。就是演员，我觉得演技这个东西，就是你们看到的演技是，首先是现场导演的调整过后了，这第一点。第二点呢，是在角色的烘托之下，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是在剪辑过后。第四点是在氛围、灯光还有音乐的加持，所以你们看到的演技是这样。但是导演看到的演技就是他站在那儿，他就说台词。就导演看到的演技，我们定义的演技就是说，这个人来了，把自己的角色演一下，没有任何的辅助，我们不经过剪辑，现场没有音乐，没有服化道，他就在这块演，这是演技好。但你们看到的就是说，这个人可能就对嘴型，或者说这个人就是吭哧瘪肚的，然后给他剪辑了16、13招。然后你们觉得他演技好，就好比说什么呢？一个人唱功好，我们的理解就是说，一个人唱功好是唱现场好，明白不？就你们现在就不明白什么叫演技，演技和唱功是一个意思。如果说他演话剧也很好啊，那我就觉得那是演技；如果说他现场唱得很好，这叫唱功，而不是说一首歌好听，哎，他唱功太好了啊，他唱歌太完美了，他唱功太牛了啊，能明白不？能明白吧？就是演技和唱功是这么评判的，而不是说通过包装之后的结果啊。比如说那个是哪首歌，这个他可能录音棚他出来特别好，效果特别好，但如果说他现场唱的特别烂的话，这就是你只能说这首歌好听，你不能说他的唱功好啊。这就是我一直在较的真儿啊。有的人说你就是嫉妒，说我就是嫉妒。你就是嫉妒人家那个火了，我没有嫉妒，只是就很简单，就是你们再跟我聊演技的话，我就说演技，你不跟我聊唱功，我就说现场，还是很明白嘛，就是你说唱功，那就现场唱功厉害，那就叫唱功好。你修的好听，跟你唱的有什么关系呢？这叫唱功，是不是？就好比那个我们都听说了那个马天宇的《该死的温柔》，就是这一个字一个字录，但是你看他呈现的效果挺好，而且那首歌我挺喜欢。我觉得《该死的温柔》很好听，但是网上传那首歌是马天宇一个字一个字录的。那这个时候，如果说马天宇的粉丝说他家的那个马天宇唱功好的话，别人当然会喷他。这个能明白不？对，华晨宇唱功拉满。我会觉得说华晨宇真的是未来就是天王级的，
无论你们喜不喜欢那个华晨宇，我都觉得华晨宇就是天王级的。他现在可能年纪小，他没有经过时间的沉淀，华晨宇绝对是天王级的啊！你们现在可能看华晨宇就是完全不行啊！你们会觉得神神叨叨的，这就好比当年那波看不惯周杰伦的人啊，当年周杰伦其实也被网暴啊，咬字不清晰，嘴里含了个啥呀？含了个什么东西啊？对。那你看人家周杰伦现在就是天王啊，所有有争议的人到最后他就是特点啊，他就是特点。华晨宇就是牛逼啊，华晨宇的那个他的唱商，很牛逼。周深也牛逼。周深我觉得我说实在他达不到惊艳的那种程度啊，因为周深他太稳定了。就我会觉得说，就比如说啊，我之前也当过那个音乐的评委，我们那个现场比赛的时候，我们会挑一些有瑕疵的声音，一些质朴的声音。相反的，有些人他唱功特别牛逼，一看就是酒吧里的歌手，这种我都不会选。这种歌手我都不会选，因为他们是在酒吧里的，他们的唱法太常见了，太常见了，所以就是其实有点瑕疵，就那个青涩的那个声音是最好的这是特别有记忆点。周深可能在我眼里他就是标标准准会唱歌的人。就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周深和那个好声音的那个亚军那个女的唱的那个紫，你们听了吧？这个应该是那个现在就是被流传特别广的那个紫，就是他们在对郭沁这首歌我就觉得就是他们唱大鱼嘛，我就觉得周深唱的其实就是会觉得说那就是他的声音。但让我惊艳的是那个亚军，他的声音其实特别特别的让我记忆犹新所以你就会觉得周深他就是会唱歌，他就应该唱成那样我这已经没有太惊艳了。想起来李代沫声音有特点，毛不易我觉得他火是应该火的，我非常喜欢毛不易的那个表达，华晨宇也非常牛逼，我觉得以后就是华晨宇的天下毛不易的声音就是好，你看我现在不八卦的话，人数下来了，不八卦的话人数下来了，拳头大哥想听什么八卦来？别涉及到那个其他，就是别涉及到我剧里的演员不是，别涉及到我这一季的演员，你都知道啊。那我们讲一个关于粉丝的事儿吧。
这个我们没有恶意啊，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我们也不是说以八卦的心态去讲一些事儿啊，就是我有些事儿吧，我觉得一开始我们不去解释，但后边呢，我觉得有必要去解释一下。就是直播间里有一个粉丝，然后呢那段时间吧，他跟全都，就是总来直播间里，然后那个粉丝吧，其实也会就是非常支持我们，也是对我们真的好挺好的，但是吧，他有一个行为就是让我们会有一点点困惑。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他会私底下会，他也是好心啊，他真的是好心，就是他好像是有什么特产呢之类的，或者说老家有什么东西，然后就找我和那个二把刀要家里的地址，就要跟我们邮东西，然后我们其实就婉拒，然后但是他太热情了。就你们可以理解为热情，也可以理解为他这个人可能就是，就反正就是我们拒绝都拒绝不了那种，拒绝了好久才拒绝得了的那种情况，就死活不让他，对，死活不让他那个寄，就后来呢，他就总会在评论区里，他也没说太过分的话。就是会说那种，就是说大概的，就是反正会很多的评论，这些评论在我和二把刀眼里吧，都会有一点点，就是有一点点不舒服。他的表达吧，有一点点就是，反正就是有一点点不舒服。然后后来就没办法了，然后那个有一次吧。我跟二把刀那个就是还是干嘛了，反正谁坐飞机，好像是我坐飞机还是我俩一起出去坐飞机回来，他就非得要接机。你从惠州回来那会儿，对，他就要接机。哎呀，反正就接机这个事儿，我们就因为他其实没有，自始至终其实他。就是我们一直也没说人家不好，但是他就要接机，结合这些事儿吧，就是，就会有点困惑，就拒绝，然后也拒绝不了他跟我们在一起没有追星的感觉，他可能就拿我们当好哥们儿那种感觉，不是追星，他是好哥们儿那种，然后但是吧，我们那个时候就是真的会没有太多的心思给外边的人，因为我俩那个时候，刚在一起，然后也是非常黏着和珍惜彼此的那个时光的，所以不太希望就结交一些新的朋友，然后就也是，哎呀，说了好久，然后就不让他接机，后来那个。他就有就是就还是没有意识到这个事儿，后来我们在直播间里就大概就是调侃，然后顺便把这些事儿就在直播间说了一下，从此以后他就不太来了啊。其实有的时候我真的其实我不太会处理这层关系，然后我和二把刀一直都在说什么呢？其实不关全都刷不刷礼物，但是我们一直都觉得全都他这个人很高级，高级的点在于就是说，其实全都他是一个刷礼物刷得特别狠的一个人，但是全都私底下没有加我们的微信，也没有私信过我们，没有任何的这些行为，就是他甚至都不想。私底下要我们微信，也不想就是说跟我们牵扯太多，他可能还怕我们缠着他呢，全都是一个怕着我们缠着他的那种。我们其实非常的庆幸能有一个全都这样的粉丝，就是就会觉得这个人相处起来非常舒服，就哪怕全都不刷礼物，我们都不觉得什么，因为你看我们跟那个
小薇跟那个丹青都已经就是处的这么远了，那你说这个看就是观众，我们更不想那什么了啊，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就会特别困扰这种事儿啊，所以之前一直都没说，但是我今天我就是闲着无聊就把这些事儿都说一说，就是因为哎呀有一些事儿吧，我觉得就是有一些人在搞事儿啊，但我就说那有一些就是别让大家就是那个怎么样啊，就我把这个详细的事儿说出来，就自始至终我都觉得说那个粉丝或者说那个网友啊，那个网友其实他没有想缠着我们，他也没有想着说什么私生饭呢，就是你们想的那种，因为他从来没拿我们当过那种就什么粉丝明星啊，他也不觉得他自己是粉丝啊怎么的，确实他就是一个很强势的大哥，他是一个很强势的大哥，他就是表达很直接，说私信我们。图图你在吗？我说怎么了？啊，那个我，你知道这个事儿特别逗，这事儿特别逗，就是他说图图你在吗？我说怎么了？那个我在呀。他说啊，那个我家里有一是什么特产，我给你邮过去吧。我刚才跟二把刀说了，二把刀不搭理我。我心想二把刀为什么不搭理你？因为我们就不想要啊。然后我说哎呀，这太谢谢了。可是我们最近这个不在那个哪儿，然后怎么样的啊？我说不在这儿怎么样的？然后他说啊，那没事儿，那个我先给你邮过去，然后那个到实在不行那个怎么能放哪儿怎么样？我说哎呀，谢谢，我们就是后来就没办法，我说我不爱吃，就那种，就是你得把话说的特别的那个失情分的那种。他才能懂啊，所以就有的时候我就真的是有点困惑啊。然后你知道二把刀他也是这么觉得，但是二把刀呢，他可能就是他会跟我念叨啊，会说哎呀这那个他要来接机怎么样？我说哦，我说这个其实你就在直播上就是就是暗示一下就好了，就暗示也没什么用，后来就可能就是就处理成这样了啊。有的时候真的不是说我们装皮，确实是我们曾经受到过伤害，那个二把刀跟我说过一个事儿，就是对。我给大家再说一个事儿，就是说我曾经我开酒吧的时候，这个事儿我讲过很多次了啊。然后我再结合这个人在二把刀店里的一些事儿啊，就我有一个就是那个网友，就是也是看了跟我回家什么的，反正也是看直播的一个人。他知道我开酒吧以后，他来支持了以后，然后他就缠着我，我走到哪他跟着我，然后他会表明出那种就是说，就是直勾勾的看着你，跟你说话的时候直勾勾看着你，然后还会摸你的脸。图图你真可爱，就摸我的脸，还摸我的后脑勺，在我店里。你要在我店里，然后我是开酒吧的，你说正常我他妈最烦别人摸我脸和我后脑勺了，因为我是个一，就是我是个一，我几乎因为我后脑勺不好看，我最烦别人摸我后脑勺了。我后脑勺是平的，我特别不喜欢别人摸我后脑勺，我又是个一，然后我就非常不自在，我其实都有点要发火了。他就哎，图图你真可爱之类的，然后他又比我高很多。我就真的忍着那个脾气，我就说，哎，那个，我，然后我就躲走，我就出去待了一会儿。结果我回吧台以后，他跟着我进吧台了，你们懂吗？就是我是酒吧，然后我酒吧里有那个设备，有钱，还有那个酒，他直接就是越过那个吧台，然后进我操作台里边了。
然后我的员工就非常生气，就是说啊，你怎么进来了，就往出赶他。因为我员工也知道他缠着我，然后就特别特别生气，就差一点发火了，就说你怎么还进吧台了呢？怎么样，就把他赶走了。然后呢，紧接着就是那个时候吧，我就请我们那个客户嘛，我请我们的客户就是吃日料，啊，请我们客户吃日料，然后那个日料是大概2680一位，啊，2680一位。所以我那天充了1万块钱，基本上就剩了几百块钱了，我记得。然后因为我们是比较，就是那个餐厅是比较贵的餐厅嘛，所以他基本上就是每天只接待2桌的那种。然后我就在那吃饭，然后这么贵的东西，我肯定要拍个照片喽，就是发个朋友圈喽，你知道吧？就吃这么贵的东西，那我肯定要显摆一下，然后就拍一下，然后就定个位之类的。结果我就有那个就是摸我脸的那个人的那个微信，他就看了我的朋友圈，然后就看到那家店，就是因为朋友圈你定位了以后，你点进去它是有电话号码的。然后我们在那吃饭的时候，这个时候那个经理就过来了，就说：“范先生。”我说：“怎么了？”有一个人打电话过来说是你的朋友，问你是不是在这吃饭，我应该怎么回复他？谁呀？他就说是你一个朋友，他现在就想确定你在不在店里。然后我当时我就觉得说好烦呐，我就说，然后我就说，那你就告诉他我在吧。然后我们。我特别损啊！我说我们在，结果我们就是我告诉他在以后，然后我就跟我身边的朋友说，我说咱们走吧，然后我们就走了。啊，这个人大家就知道吧？就这些事儿啊。然后呢，那个时候什么呢？因为我知道他肯定进不来，因为这个人均太高了。就是他可能他不会来这块儿，他不会来这儿，因为这边消费就是高嘛，你想想一个人2680，你吃不吃2680，对吧？他一般人他就不会来这种地方，他也进不来嘛，因为他比较会所的那种级别的。然后那个紧接着那个就是今年的时候，我约那个二把刀吃，我约二某那个联络感情吃饭，因为那个时候要补拍嘛，然后我就联络二某，我说二某，我说那个，你二某啥了二某啊？谁是二某啊？你给我好好说话。我主动不是说别的啊，我要那个修正一下，我主动联络二某。你二某啥？你给我好好说话。联络二某。哎，别勾引我啊！滚！我要聊天了，你滚！滚！然后呢，我联络二某，你跟我正常说话，别跟那二某的。刀某啊，刀某。你跟我正常说话啊！联络那个这个二把刀，联络二把刀，我说那个跟我去参加一个饭局，他说好啊，然后他说但是呢，等会儿我有一个访谈。我说这个剧刚拍，你怎么就接访谈了呢？我说采访，他说有一个采访找他，我说谁呀？然后他说就网上一个叫什么什么什么的，我说你给我看一看。结果呢，他把这个人的那个抖音发过来了，然后我一看，这个就是摸我脸那个，然后这个人居然开始做访谈了，这摸我脸的那个粉丝，然后他现在开始做访谈了，做采访了，开始就是做那种采访的账号了。然后我就小心提醒我说二把刀，我说这个人吧，我说这个人曾经就是其实这个人就是缠着过我。第二点呢，我说这个人吧应该也不具备什么火的能力。
我说吧，你现在参加我这个剧，我说你别着急，我说以后访谈有机会，我说你我说这个也看你个人，你要想参加你就参加，但是我不建议你参加这些东西。然后二把刀就说没事儿吧，我说他万一要缠着你怎么办？他说没事儿。他就说没事儿啊，我就还怕这些东西。我心里在想，我说你什么 low 的那种采访你都接吗？而且就这种人，他是出于什么目的，你知道吗？就是他粉丝好像就几千个，他采访有人看吗？你就是这，完了我就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二把刀有点就是朽木不可雕也，我就觉得跟他就是讲不明白。我说那行，那你随便你吧，因为那个时候我跟二把刀又没谈恋爱，而且我就觉得说也不能管人太多。结果呢，这个人到底去二把刀那个，去二把刀店里去采访去了。他在你店里干嘛来着？我补充一下，他开始不是要采访，他开始是要去我那个店里拍个节目。他要拍那个跟我那个合伙人拍刮刀的视频，可能是要拍一些什么做一些什么刮刀擦边类的那种视频，然后后来他给我剧本我看了一下，他是拍那种什么就是类似于那个 SM 向的那种刮刀的视频。我说那不行，我说你在我这个店里拍这种视频，感觉影响我这个店的那个形象。然后他说这影响什么呀？我说不行，然后因为他在我那个店里有充值嘛，充值我又不好意思一直拒绝他，我说那你下次再拍什么我肯定配合你。然后他说，然后就过了没几天，他就说他要采访我一下。我说我说上次就把他那个拒绝掉了，我说这次再拒绝就不太好，我就说那行吧。这才叫那个，这才说他来采访一下。然后后来他来我店里也就是拍了一个正常的刮刀视频，也没有拍其他的。就没事了。没事啊，我不是拒绝。后来你不是说要我拒绝他吗？在车上，然后我就拒绝他了。我说不行，我是那个不拍那个啥了。然后他就是一个劲儿是缠的，说这怎么说什么你什么大明星啊、大网红什么之类的，就是可能看不上我们这种小的什么刚做的自媒体啥的。我说跟这没关系。我说就是我都不太不知道要说啥了，然后我说而且我们这个剧都还没上呢，你今天来采访我，采访啥东西也没有。行，感谢二把刀，谢谢二把刀百忙之中能够把自己的流水账给大家说。你讲故事就不如说用勾音了，就是还是勾音好听，是不是？哎，他今天一直想让我直播。然后结果我把那个就直播效果调起来之后，他在那块就是翻脸了。我就说有些人吧，你就说跟他就是没办法置这个气。他一直今天我不想直播的，他说哎你直播呀？我说我还记得我说你真拿我当赚钱工具了，然后我就来直播。然后结果我直播我稍微就是讲的就是都快300人了，结果他这个时候跟我翻脸了，在直播上跟我就是小鞋穿。就给我那个脸色看，完了现在呢自己讲就是啥也不是，哎，你自己播吧，你看看你站在这儿，那个全都给不给你刷礼物？这样事儿，你节目不有趣，人全都才不给你刷礼物呢。我告诉你，你看全都前一段时间他就不来了，他为什么又来了？因为我连线了，我开始连线，然后他就觉得好精彩，他才刷的礼物，是不是？咱们就是不为别的，也为全都，咱们就是把这个直播越办越好嘛。对不对？你可知道全都其实现在这个感情其实他也就是那种一滩死水，也没有什么起伏，他就每天就指咱们直播活着，咱们就是他精神食粮。我想把故事讲得好看好听一点，然后精彩一点，你这个时候你又不跟我作对。我没有跟你。其实你伤的不是我的心，你伤的是人拳头大哥的心。我不是想让拳头大哥的晚年幸福。是我没那个考虑清楚，一下子把拳头大哥给伤到了。
那你说拳头大哥前一段时间为啥不看直播了？正因为你在直播上总在那块织毛衣，在那块就是直播，然后就在那块讲那个剧的剧情。关键人拳头大哥人家能看明白呀，用你讲，人想听八卦，人想看那个抓马的东西，是不是？你看你那个时候直播就是多少人，你现在咱们就是200多人，能一样吗？你去旅游了。我告诉你，你要心思在我这儿的话，你在我们这儿的话，你抽空你刷个礼物，你再旅游啊，你还是就觉得我们无聊，所以你才不刷的，对不对？还是我们做的不好。那给拳头大哥道歉吧。我有什么道歉的呀？我一直就是为他好，我一直在为他就是奉献出我所有的热情。行了，没有拳头，我真的这次我都原谅不了你。所以，哎，将就过吧。我就为了拳头，为了孩子，跟你将就过。还能离的，对，哎呀，行吧，还想听什么八卦？想听听就是你们觉得二把刀真的勾引过我吗？请扣1。如果没有勾引过我，请扣0。你们觉得是谁勾引的谁？觉得二把刀勾引我，请扣1；觉得我勾引二把刀，请扣0。来，觉得二把刀勾引过我，请扣1；觉得那个我勾引二把刀，请扣0。来，你看你们这帮那个又一片倒了。他们捣乱的。对，他们捣乱的，他们可能就是知道你事儿，所以哄你。0.5啊，扣0.5的，对。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确实是我跟二把刀没有存在谁勾引不勾引，但是二把刀对我的爱其实是深藏在 DNA 里边的。对，其实我觉得他一开始他也没有察觉到他喜欢我，是通过你知道，就是我自己分析啊，我这不是造谣，因为我造谣是别人不在现场，那叫造谣。他现在就在我面前，我不造谣，我这人从来不造谣。哎，我通过我自己的科学研究和理性的分析，我觉得是什么呀？我觉得是他一开始，他看了我的剧，他觉得我剧拍得太好了，然后他甚至就通过这个剧，他找到了就是，因为他之前经历过一段就是比较失败的感情，然后呢，他看了我这个剧，他又燃起了那种重新恋爱的冲动，所以他就被这个剧情吸引了，他甚至就是那个时候就在直播上就是找我的直播，然后看了我直播以后，因为我那个时候直播就是满嘴脏话，然后就怼粉丝之类的，所以他就会觉得我这人素质低，然后他就不看我了。没想到多年以后呢，就是他也开始玩抖音了，结果在抖音上我们总能刷到彼此，但是因为他没通过我，没关注我，但是我也没关注他。然后后来我就寻思说总刷到，而且他又向我前任，然后我就点了一下关注，结果他还没回关我，我心想操，装啥呀，我取关了。结果有一天呢，就是我那个在那个就是那个抖音里边就是想找那个演员，结果他就调侃性的，他就看见了，他调侃性的在那个评论区里说那个大概的意思就是他想演。然后紧接着我就特别惊喜，然后惊喜以后，然后我就说，哎，你要来演吗？然后他说导演可以吗？我说当然可以啊，我说你来我非常开心，就是我俩都互相非常客气。结果就加了微信，加了微信以后才发现她那个时候的男朋友是我在
深圳见过的就是一个朋友，我们在一起玩过密室，然后呢，紧接着然后就知道他俩在一起之后，也就还好嘛，就觉得，因为就是就开始各忙各的了，然后拍戏的过程当中，然后他又不太配合，不太配合，然后就我就得哄着他。这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他就是在他的眼里，可能是我先对他好的，所以他对我动心了。其实就是非常简单的道理，我跟大家一解释，大家就明白了。就好比就是说，你有一个员工，然后这个员工呢，本来你觉得说这个员工挺好的，但是他工作水平也就那样。后来呢，你就看到了另外一个员工，你觉得这个员工就是工作能力挺强的，你就想培养这个工作人员，结果这个工作人员也不行，你思来想去，你就说那还是让这个员工做那个主管吧，所以你就培养这个员工，然后这个员工吧，他有点就是上进心不够，所以你就得鼓励他，你是最棒的，你是最好的员工，在我心里你跟其他员工不一样，加油，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好。然后在这个员工眼里，他就会觉得说，导演想就是这个老板想潜规则我然后但是呢，他这个过程当中，他又发现老板真的很温柔，他的酒窝真的很好看，他演技也一般，说话像百灵鸟一样，他写的歌也非常的好听，他的词真的非常有才华。然后逐渐的，他爱上了这个百灵鸟，所以就这样所以就这样，然后就是我俩就互相对彼此，就是不是，所以这样他就心里就会对我有好感了。然后他对我有好感以后，然后他就因为他之前不被照顾，然后所以呢，他就突然就被我照顾以后，然后他就对我有好感了，对我有好感，然后他就浑身的那个好感不是说爱情的好感，那个好感是会觉得说我在这里找到了我的存在，找到了我的那个我心里的那种意义，我在这里是有意义的，我的努力是被认可的，所以我要为了他加油努力，所以就这样。然后我看到他开始努力了，然后我又看到他的闪光点，所以我对他也有好感了。然后就是他对我有一点好感，我对他有一点好感，然后俩人突然好感了，就是这个好感就迸发了。然后但是我们当时谁也不知道对方对彼此有好感，直到分开以后，就我们拍完戏以后，他从我这离职了以后，他不是这边的那个员工了，我也不是他的老板了。这个时候我发现我没有这个员工了，这个员工他原来已经在我的心里了，我走到哪儿都能看到这个员工。员工啊，员工，可惜他听不到我的心声。员工，干啥？你要干啥？我在讲故事啊，我没说勾烟。喝水不喝？不喝。你看我在精彩的时候，你又在这块打搅乱。空。听起来就是小老板抢的东西，这没有，就是这样。因为一开始他是一个比较执拗的人，他就是一个比较执拗的人。然后那个时候他演，他也不听我的，他也跟我不近。后来就是我想，我就没办法，我花了钱，那我是做生意的呀。我做生意的，那我得把这个店就把这个剧运行下去。结果我就没办法了，只能培养他。结果一培养他，他就觉得说好幸福，来劲儿了，来个士力架吧，就那种，就是横扫饥饿，脉动回来，就突然就是来劲儿了。来劲儿以后，我看到他如此的努力，而且看到他的潜质，我心里我当然会对他更好了。
对不对？所以就是严格意义上我让我去讲的话，我觉得是大家都在感受着彼此对彼此的好，所以这个好也是潜移默化的，就是在心里变成了爱，你们懂不？那个时候也不是爱，其实也不是爱，就是那种心暖暖的，靠近他温暖我。导演来了，导演走了，导演什么时候来？可是我要走了。这种，所以就是这个感情其实是特别微妙的，我们当时其实都不知道。因为我们片场的工作人员都没看出来，我们自己也没感受出来，真的是这样，就是有的人就说蓄谋已久，说是什么我为了二把刀拍这部戏，我就设了一个大网，让二把刀往里跳。其实我这一开始就奔二把刀来的，要不然我都不能拍这个剧。二把刀值20万。而且就是现场，你就说如果说我是拉网等他跳的话，二把刀来拍戏的时候，他是带着他的合伙人一起来的，你们懂吧？你们懂吧？所以就对我误解太大了我有的时候我就真的我想证明自己有钱，你知道吧？就是我想证明自己有钱，就是因为我之前深陷的困扰是什么？你们知道我就是现在我被传就是说我爱睡演员爱潜规则，你知道前几年我被传什么吗？我找有钱人。就前几年我被造谣是什么呢？百里就是想嫁豪门，他拼了命想红，他身边有很多有钱人他就是找有钱的。好不容易我就是混到了，就是说我能证明我自己有点小钱了，这个时候大家就造谣说白里屠夫就是有点钱，他就是通过钱想睡别人，你知道吗？就是反正就是我怎么的都是被造谣。我那个时候我就心里我就置这口气，我就说凭啥呢？凭啥呢？就是我这么努力的一个人，然后被指说靠别人就是怎么样的就说我什么靠榜一大哥，然后怎么样，就是那个想尽办法进入有钱人的圈儿，结果我就努力的证明说我不靠别人，靠自己，然后我就在网上就是各种炫自己就是有能力啊，赚钱呢之类的，结果又传出来说有钱。有钱，然后就通过钱就睡别人。哎呀，真的好无语，我就是无语子。就现在还有什么骂我的？还有说我爹味重。其实我真的我想告诉大家一点，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我真的我不知道年轻人想要什么。因为我跟年轻人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因为你年纪大呀，因为你年纪大，你比那些年轻人你要年纪大，那些小孩比你年纪小，你年纪大，你要照顾他，你要人生给他指方向，你要带着他发家致富，你要带着他过好日子。然后这个时候你稍微做的过分一点，人家说你爹味重。如果你不爹味，如果说你不管人家，人家说你睡别人，你其实就是吃小孩。你没有想过负责任，就我太负责任，你爹味重。那我不管了，你是小孩，你爹味重。我看你就是吃小孩，你就是爹味重。你怎么这么爱吃小孩？你为什么爹味这么重？你知道吗？哎呀，怎么都不行。人生啊，你知道前一段时间你知道就是我跟二把刀又吵过一次架，
也不是吵过一次架，然后我俩就是拌了几句嘴。原因你知道是什么吗？原因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叫妈妈干啥呀？我跟你爸没生你啊。当年我其实你爸说要把你打掉，我这真的就是不想，要不然就是我要听你爸的就没你了上来就叫妈你差点没被我拉出去啊！来，那个给大家讲讲，就是我跟那个二把刀曾经就是因为什么，就是有点要吵架了啊。我不记得，我记得，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就是有一次，我是回去补戏，好像是补拍，然后那天他去机场送我。你们记得这个事儿？就是有一天那个他去机场送我，你们记得这个事儿吧？然后他就在直播，然后我跟他摆手，然后因为他全程在直播嘛，然后我马上就进安检了，然后他越走越远，我假装哭，哎，这个你记得啊？关键词是假装哭。因为我知道在直播，然后我就在那块假装演，在那块哭之类的，然后他就好像他录视频了，这段可能他录视频了，结果吧他就发在网上了，然后别人都看到我说，就看到这段视频，大家没有一个人觉得感动，就这段视频就是成为了就是大家骂我的点。白屠夫怎么这么能演呢？怎么又哭了？啊，他跟他在一起还真的就是还动情了。其实那就是个娱乐的东西，但是他配的是温情的音乐，让大家会觉得说这是舍不得，这是情侣之间的那种爱情，但其实那是一个搞笑的那是一个搞笑的。就比如说你要放一个搞笑的音乐，大家会觉得很好笑，但你要是放一个特别认真的一个音乐，然后你演技又那么假，人就会觉得说太假了，太作秀了。你们能懂这个点不？所有人都在说我是就是当着他的面真哭秀恩爱，但是没有人就是觉得说这是在演戏，就是在搞笑。没想到他发到网上了，所以我就是这个事儿，其实就是在我心里我就觉得说，哎，不要什么都发评论区取决 BGM 太对了太对了。然后紧接着呢大家记得前2天他发了一段什么呢？发了一段就是那个捡手链的那个片段，他在抖音上发了一段捡手链的事儿，你们知道吧？就是捡手链那一段，然后他在那个抖音里就是算是变相的一个宣传，然后我就是他发的那个抖音，大概1天左右300多条评论，有30%、20%都是在骂我的，骂我什么？骂我演技太拉了，就骂我的演技太拉了。然后我就在那块看，我就说他们为什么觉得说演技拉呢？因为二把刀真的没把前面就是我演戏的那个东西截进来，他就直接就截到了就是我在那个就是捡手链这场，所以没看过剧情的人就觉得说百里屠夫演技真的垃圾就是百里屠夫演的真差，好假呀，是不是演的有点过呀？然后就是那个就是我看这些评论我就特别生气，我说你为什么不发全呢？但是呢我没跟他表达，我就一直在那块，就是我心想就是说哎算了，结果我晚上的时候我就无意点开了以后我就说真他妈的就是说这个事弄的，我得想办法跟那个二把刀说一下，不要总发这种就是不清不楚的东西不清不楚的东西。然后呢我就跟二把刀说，
第二天我就跟阿宝当说，我说阿宝当，我说那个以后咱们发东西一定要那个注意一点。怎么了？我说就是你看那个评论里啊，都说那个那啥，他们是看不懂的，他们惯会断章取义的。我说你发视频的时候，你尽量就是说不要就是让别人找出毛病，就是虽然他说那这些毛病也那个杜绝不了啊，我说杜绝不了，其实你可以在脑子里想一遍，预想一下，就是说这个事儿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结果。然后他突然就是暴怒，他说啊，那个我就开始跟我俩激了他。然后那天跟今天是一样的，然后我就说我就是在跟你沟通，我说这个事儿我就是在跟你沟通，我说是怎么样都会有人骂你，但是我只是因为我做那个自媒体比较久了啊。我做自媒体比较久了，我说那个什么，我说你要注意这个事儿，我要跟你说到这个事儿，如果说你就是前期能避免的话，咱们就避免。啊，这然后他就跟我俩急头白脸了，我说行，我不说了，我只是在跟你沟通，你看你这个脾气。然后紧接着，然后他就给我道歉。我说没什么道歉的，我就说下次就是你以后别发我了。我不是在生气，我就是说你以后别发我了，因为你发的我也没时间去看你发的什么，因为那个评论区里说的特别难听，能明白不？可以理解叨叨的感受，他认为你不站他那边，太倾向于现实。啊？评论区里有正常人吗？评论区里有正常人吗？这怎么还是我的问题？评论区里就是有正常人不？这他妈也是叨叨没问题，我的问题啊？啊？有正常人吗？我就说，就是因为叨叨他不懂自媒体，你知道吧？叨叨不懂自媒体，他有的时候他想发什么他就发什么了，你知道吧？他不想后果。就比如说，他本身是一个就是搞笑的东西，你 BGM 用不对，或者说不把这个搞笑的事儿跟大家说明白的话，你的那个标题起不对的话，都会引发大家对你的就是那个讨伐，能明白不？所以我就说两次了，我就其实我知道，我跟他说，他可能会有一点的情绪，所以那天你们都知道，我跟他在一起，我改了我的臭毛病已经改了太多了，就我现在已经控制到，就是有什么事儿我都不发火了。就刚才他跟我那个甩脸的那个事儿，我其实按照之前的我一定会跟他翻脸，但是你看，现在我就会觉得说，可能这个就是对吧？就他也不懂，那不懂就跟他解释，而且就是俩人谈恋爱，那就不是说上下级关系，所以你看那一次他发错东西了，我就跟他说，而且我不是说当下说的，我是说晚上的时候说的，啊，我是说晚上说，我说你还是要那个注意一下，我说这个很多网友他就是抓住机会他就会骂你，虽然说我们不能避免所有的东西不被骂，但是我们起码就是在脑子里预想一下，或者说什么东西咱们考虑之后，再三思考之后再发。他就炸了，我们二某就炸了。你又搁那二某什么？那你说说，哎，你自己回忆这个事儿是不是就是二某真的炸了？为什么会炸呢？因为我发这个视频之前，我问你，我说发这个视频可不可以？
然后你就炸了。我就想你当时都同意我发了，怎么发出来之后，就是因为别人骂了你，所以就是变成我发这个视频就不对了。我没有说你不对啊，我说这个事儿你就是要注意一些啊。而且你是给我看了，但是我当时在忙，好像打游戏是怎么样，我就没看。而且这个事儿它已经形成结果了，我没有说我责怪你，对不对？我没有说责怪你，我说这个事儿你做的不对，我是说咱们下次发什么东西，咱们就是预算一下，或者说就什么事儿就是想一想，别被骂。而且那个片段，其实我刚开始截出来的时候是完整的一段。为什么我发的时候把他的前面那段截掉了？因为我想的是发在我的抖音号上，所以大家肯定是想看我，所以我就要让我一开始就要出现，所以我就把你前面那段截掉了。我当时我也给你这么解释了，然后后来我也把那个隐藏了呀。是隐藏了呀，但是我被骂了呀，就是说这个事儿它已经形成了，我没有说责怪你说你这个事儿你不能够这么做，我是说咱们下一次。那我这个沟通有问题吗？而且我记得我那天我是非常的轻柔的说的，你为什么要就是暴跳如雷的，就是说你就是因为别人骂了你才说不对的。那确实是因为别人骂了我才说这个事儿啊。确实你看那个评论区里我记得非常清楚，百里屠夫至于这么演吗？演的太浮夸了吧，还是二把刀演的自然。这种评论比比皆是，那我就会觉得说这本身就是一个搞笑的东西，观众没有看也不知道剧情是什么，那我们作为作者来讲的话，因为咱俩看过剧情，那咱们把这些东西完完整整的出现，或者说不要引起大家的这个那个乱想，对不对？因为我当时发那段就可能就是觉得这段可能大家会有讨论，可能会带来流量，所以我才这么发。但是我没想到会是你的流量是在骂我的流量，我没想到大家会去骂你。那如果说不是骂我的话，那这个流量就没有啊。那你不能说按照就是说你的这个评论区里上来了，然后你沾沾自喜，但是你不去考虑说这个评论区里是有骂我的。我发之前我是没想到大家会去骂你的，因为我会觉得这段表演非常的好笑，我才发出来。那骂你那个是结果，就是我当时我又没想到。是啊，我也没有说就是说不干涉你的结果，我是说咱们下一次注意。那你而且我还是那句话，那天我是在跟你轻声细语的说，那为什么你会如此暴跳如雷呢？对不对？因为你没有那么轻声细语，你也是不耐烦的那种样子说的。我没有轻声细语，我告诉你，那今天你在那块暴跳，你刚才在那块说我什么那个什么那个勾引那个事儿，我处理的怎么样？你觉得咱俩谁处理的好呢？你说说。你处理的好。叨叨也没想过这样，你们天天在那块和事佬，你知道吧？出了问题，咱们要找到问题，不要发生类似的问题，不能说，哎，他也不是恶意的，那但是他导致了结果，我们是不是得把这个事情杜绝呢？能明白不？你们天天是站在那个道德最高点，说，哎呀，他也没能怎么样，他妈的，那对不对？那这个事儿谁来解决呢？对不对？很简单的道理。所以我的解决方案不是说我在说这个事情，不是说你以后不要了，你不要再做这个事儿了。我是说咱们要注意，尽量就是避免，要不呢那个就是引起不必要的麻烦。结果他暴跳如雷了，我说那好，这种解决方式就是你以后不要发我了。我说我也不生气，你记不记得我说的话？我说我也不生气，我也不是说谁对谁错。我说那你以后你不要发我了，因为本身现在就是那个就有的人看不惯咱俩在一起。我说那不要发了就好了。那现在还在发，看不惯的人只是小部分，大部分人都是觉得挺好的。那你不能因为小部分然后你就不顾及了吧？有20-30%的评论，那我们之所以就是说你知道，就是做自媒体有10个人说你好，
一个人说你不好，你看不到那个9个人说你好，你只能看到那一个人说你不好，因为我们看的就是不好，我们天天沉浸在赞美声音，我们怎么成长呢？对不对？所以就是你不，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你有一点点就是让我觉得很奇怪的点，你看到的是300条评论，你看到的是热度上来了，但是你不看就是说有多少差评，而且这个差评是针对我的差评，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偏区，你不可能说啊火了黑红也是红。那你刚才直播的时候，你只看到了观众，你没有看到大家对我的评价。大家对你的评价都知道我在开玩笑吧？所有人都知道说勾引这个事儿，咱俩不是互相勾引才搞到一起的吗？那勾引是一个打双引号的东西吧？谁会刚才我的表达有一句话说的是你真勾引吗？那人家就有人信，在 B 站下边就有人这么评论，那当时咱俩在一起的时候，我被骂的也很惨，对不对？那你现在还是在这块儿，就是说，不是说谁道歉，我就是想这个事儿解决，就是我觉得评论区里有一些人，你知道吗？你们有一些人吧，就典型的是女人的心理，就是网上的女人心理，就是你们可能在乎的是态度，在乎的是状态口气，你们在乎的是那种神情，但是你们不在乎事情的根本。我就是典型的那种就是大男子主义的那种人，所以我就是在乎的是这个结果，在乎的是解决问题。所以你们这些评论区里的0会觉得说我态度特别凶，上纲上线了。就好比一个简单的事儿，就是为什么有一些男的就是在就是开车的时候会容易就是坐在副驾的时候会跟女的急眼，因为这帮女的就会在乎情绪。我他妈好，我不会开，你指导我，然后你为什么对我态度这么凶？因为开车是影响到生命的，能明白不？所以我们会急头白脸。所以这个东西你可能觉得无所谓，你可能觉得说啊那个评论上去了，那这个事儿就是得避免嘛。因为现在大家找机会在骂你，你这个时候你不避免，对不对？我就是在乎逻辑，我就是在乎那个就是结果，我们就是要解决问题，不是说什么刚才有人说什么那个太较真儿了那怎么能是较真儿呢？我们就是在乎的是结果呀，不要让别人骂你啊，尽量的，我不能说就是你做的再好的会有人骂你，这是，我觉得你这个说法就是太傻逼了。如果说就是再怎么样你都会生病，那你就索性病死吗？对不对啊？这样活着好累，因为你不是做这行的呀，明白不？你是做网络的，你就会在乎别人对你的评价，因为我们是靠网络生活的，是靠网络赚钱的。那如果说你是做那个就是那个会计的，你觉得总会少一点钱，那你就少去吧，对不对？你就少去吧，你这就说站着说话不腰疼。你记不记得有一次那个小薇把那个谁的电话备注改成你的了然后就发给我，他其实也开玩笑，但是你就非常的生气，是不是？那个时候咱俩在一起了吗？没有啊。好，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事儿，就是你可能觉得没必要，对不对？我们在直播上不针对，我不是说这个事儿没必要，是你觉得我太在意了？不是，我不是说你我是说小薇对你开玩笑的这个行为，你非常的生气，你觉得他不对，那你在直播间里开玩笑说我勾引你，其实我也不开心，
我觉得那要不要直播呢？就是咱俩是在炒 CP 啊。你可以直播，但是你为什么非得给我营造成这种形象呢？我就是有点那个什么不开心那会儿。那你有点不开心，那你可以私底下跟我说，或者说你就那个私下说，我不会就是对不对？是我错了。你对不对？是我应该私底下跟你说的。你就说以后不要说了，怎么样？那对不对？那不就是一个节目效果吗？是的，是的。好，我给大家讲一下那什么，讲一下那个就是那个小薇干的这个事儿。小薇干这个事儿，我也是挺生气的。为什么呢？你说一下，我具体我想不起来了。我也想不起来了。反正就是小薇吧，造了一个谣，然后这个谣吧，他就当着那个二把刀的面说，我绝对做过这个事儿。好像是说他说你给他打电话，说什么，说好像是说吐槽你，好像是也不是吐槽我，好像就是说你跟我的，你好像对我有什么一些小的什么感觉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不信，然后他就截图给我说，你看图图刚给我打了电话，就是他们那个电话的那个名字就是你，好像是这么回事我记得。反正就是，然后但是那个名字呢是小薇临时改的，就是可能是个11086，然后小薇把那个名字改成了百里的名字。对，小薇是不是喝多？不是，他就是开个玩笑，小薇就是爱开玩笑。反正这个事儿吧，就是我会觉得说，你可以开玩笑，但是你不要造谣。你造谣可能就是会引发一系列的就是不好的行为。就比如说，如果说这个事儿我真的不记得了，是他开玩笑的点是说我打电话吐槽你，还是跟那个打电话说我对你喜欢你，反正这两个结果其实都是不对的。然后你要造谣，其实你造谣也行，就是你开玩笑其实也行，但是你不能改聊天，就改那个聊天记录，或者说改成那个电话的真实的那个结果，他就表示这个事儿是真的了，能明白不？就你不能造伪证，你这属于造假啊，所以就有的时候吧，我就可能就是比较生气啊，这种事儿我就就是开玩笑，我就觉得，比如说那个，但图图没啥大事儿，你们总说没啥大事儿，这事儿不在你身上，你知道吧？你们就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如果说这个事儿，他今天是一个小事儿，他明天他是不是会演变成一个大事儿呢？就比如非常简单的例子，你知道那个小薇经常会觉得什么？就觉得说我是你的好朋友啊，小薇就会觉得说我是你的好朋友，生活热送的跑车，我站在你的角度，我去说二把刀可能不太适合你之类的，然后也是为你好，你知道吧？这是小薇的观点，明白不？这小薇的观点，小薇可能就会觉得说，我站在你的朋友的角度，我觉得你跟二把刀不适合，二把刀可能有目的，然后小薇就会觉得说，这个事儿不应该跟二把刀说，明白不？但是有些事儿也不是说我想说，是二把刀我跟二把刀已经在一起了，他拿着我的手机看着我们的聊天记录，他知道的。然后这个事儿吧，就是你解释不清，你知道吧？就小薇可能就会觉得说，这个事儿你一直在宣传，谁他妈愿意管这事儿啊？你不说人家二把刀，你不在记录上被人二把刀看见，那我愿意整这个事儿吗？对吧？你做了，你就不要怕别人就怎么样，你怪我没有帮你瞒着，我觉得这个事儿就觉得我特别无语，能懂不？你们能懂不？所以就是说，他不是说一次两次了，就是小薇开玩笑，有的时候，那你们听听这几次玩笑，就是他甚至会制造伪证，
证明你确实跟他吐槽过，就是他有的时候这个行为就是太奇怪了。我们造谣可能就是说，哎，那个二把刀他那个没长小鸡鸡啊，那这可能是玩笑。小薇是没长小鸡鸡，在那个剧里。那我不可能说拍了一下二把刀的那个裆部，然后把他的小鸡鸡就是那个 P 掉，你们能懂吗？这就是本质的行为。可能我们嘴损，可能我们嘴上开玩笑可以，但你不能把这个 P 掉了，你真没有了。他要证据，你知道吧？就这种行为我就不能忍，所以我会生气。比如说那个刚才我说那个什么啊，勾引不勾引的，这么长时间有这么多人看过我俩直播，我俩这么就是已经在一起将近5、6个月了，说什么勾引不勾引的，大家都知道。那比如说我在直播上一直说你吃饭吃得多，难道你就会觉得说这对你生育造成的影响吗？我觉得你说我勾引你是玷污了我们两个美好的爱情，所以我才生气的。你可以，你私底下可以说，你可以说，你不要就是说你不要老是怎么样。那你刚才我真的有点播不下去了，你让我怎么播呢？我说什么我都不对了啊！行，那我不说了。勾引的这种词确实不美好。他妈的，刚才你不在那块捡笑的吗？你现在真他妈两面派，什么左右他妈摇摆，我就觉得直播间里总会有一些就是这种和稀泥的人。你他妈在直播间，你从头看到尾，你发的每条评论我都看见了，你在这块就和稀泥，我就发现你看到拳头大哥说的什么吗？拳头大哥说什么？啥呀？一直说你勾引，行，滚！就是我勾引，就是我勾引。他妈，你勾不勾引你自己心里清楚。行，以后你就说是我勾引。什么叫行啊？本来就是你先对我动感情了呀，你为什么不承认呢？我是对你动感情了，但是我没有在拍戏的时候勾引你吧？我觉得伸舌头就算啊。行。哎，科技圈的你滚出去，我不愿看你。我最他妈烦这种两面派的那个狗腿子，我贼他妈烦这种，你滚出去。改个名你再过来也行，我他妈看你名我都讨厌，恶心。在他妈和稀泥，直播间里有这些会稀泥的人，你死一死啊！最喜欢吐的这一出了，我这人较真儿啊。伸舌头？什么伸舌头？伸舌头啥意思啊？不知道。这个告他怎么又关注我了？啊，这个告他怎么又关注我了？他不一直是你粉丝吗？对呀，他没事取了关，关了取，取了关，关了取。你是干嘛呀你是白天有人查你那个怎么回事你这个告他你，我要不要给你点一个就是拉黑啊？今天相亲吗？几点了还相亲？啊，伸舌头啊，嗨。够他啊，够他。别在我这站着，热。那就把门开开吧。烦人。烦啥呢？我剪辫子去。热死了，他站在这儿。你把门打开啊。那怎么就不承认呢？对吧？那我们设计的就是不伸舌头，然后他突然伸舌头了，
这不算是勾引。好，这我们不能说勾引，这叫情不自禁，或者是会错意了。但是这个行为才加剧了我俩在一起啊，能明白不？他可能没有，他可能不是主观意识的，对不对？但是确实是伸舌头了，啊、他就不承认。我没有不承认伸舌头这个事儿。请问什么？后边4集，就是那这个时候就个能看到12集好像是11集还是12集12集。 12集。你俩都快半年了，和一开始有什么变化吗？有什么变化吗？就是你说谁的变化，还是什么的变化？就是全都，就是你说的是什么变化？相处上的，相处上的，我觉得现在，我觉得最大的变化是2把刀容易急眼。对，就是本来其实我在所有的感情里边是我容易急眼的人，但我跟2把刀在一起，就是他容易急眼，我不知道为啥。就是之前我在所有的感情里，就是没有人敢跟我急眼，然后他现在就是。他跟我急眼几回我都记得。首先第一个事儿就是他，晚上吃饭吃晚了，然后他在那块耍小脾气了，然后他在前面走，然后就是那种就是啊吃这么晚怎么样，然后就在前面走，就他真急了，你知道吧？因为我这个人吧，可能一天2顿饭，然后那个时候刚在一起接触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一天要5、6顿，而且我就觉得说那天其实也没多晚，就是本来他是6点多要吃饭，但结果我们7点多才去吃饭，结果才在路上就跟我急眼了。第2次急眼是，第2次急眼是那个我好像偷偷打了一下。打了一下吧，然后那个不是偷偷，我是在打的时候吧，我跟他说了，我说我打了，然后他说那啥，他说那个不许打，然后我说那个那我打了怎么样？然后他就去买东西了，结果回来我就打了以后又跟我生气了。第3次是什么事儿？第3次是我就在说那个就是租那个小大夫房子的事儿，然后结果就探讨起来，就是说那个我俩的前任怎么样，然后他又开始跟我那个鸡头白脸了，然后这次就是我俩辩论了一会儿，但是没有鸡头白脸，就辩论了，就是说就是可能我会觉得说那个就是租小大夫这个房子可能会更划算一点，而且对小大夫也好，对咱们自己也好啊。第4件事儿就是那个就是那个他发东西那个事儿，我跟他商量的语气，结果他就特别大的翻脸。这一次应该不算这一次应该不算，就是那个那个什么勾引，这一次应该不算。所以就是我就觉得说他就是我好像把脾气降起来，他上去了，就这种感觉。就他，就是其实我现在，我觉得就是越来越窝囊了，就可能就是遇到这种事儿吧，就是可能之前的我吧，就是直接会就是跟他干，或者说就跟他分，但现在吧，就是被凶了以后，我就想着说好尴尬呀，对。现在我就会觉得好尴尬呀，然后就是好吧，我不说话，
然后过了一会儿他就来哄我了嘛，然后我就会安慰他，我说我没生气，我说这个事儿吧，就是你不要按照你的方式处理之类的。反正就这几次吧，我也不是说真生气，我就是会觉得说他脾气就是好，他脾气比我还大，就有这种感觉，就会有这种感觉。但因为我这个人吧，就是我不是爱生气的人，就是我之前可能是比较凶，现在我跟他在一起，我不爱生气，而且我也不生气，但是我这人吧，就是爱辩论。对，就是你们刚才看直播吧，会觉得说我俩在吵架，不是，我们是在掰扯这个利害关系。对，对，我是要把这个道理讲明白。但是因为我可能就是说话比较大声之类的啊，喜欢说服别人。对，就是对，我是不会生气，但是我会就是一定会把这个道理讲明白，一定会把这个道理讲明白，就哪怕他不明白，我可能也要讲明白，对，就这种，为什么要打？给他吃不好吗？他是一个没有前戏的人，二某是一个没有前戏的人，所以跟他那啥的话，会有一点点不被尊重，就是这样，就会有那种感觉。而且他，对，你要教啊，他就不擅长做人，因为他之前没做过零嘛，对，他以前是一，然后他也是那种就比较不太为别人服务的一所以他就每一次我就说算了，那直接来吧，所以直接来的话就那种感觉就差好多。你会给别人服务吗？因为我也是懒一呀。那你还要求我那么多？我没要求你那么多呀，我只是在说一个事实啊，我没有说，我跟大家说这个东西，我没有是希望你改正。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有的时候他说我不是个男人，他说我是柳下惠，坐怀不乱柳下惠，所以我现在的微信名就是说柳下惠然后他就责怪我，就是说，哎，为什么我的那个就是那么少次数那么少？然后我就说，其实是因为那个就是可能就是每一次开始的都像工作一样，就每次他跟我说开始，然后我压力都很大，就是因为他是那种就是说，他是会把这个事儿就是说出来，像一个任务一样，明白不？就是他会说，他每一次他都这样说，老公，我说怎么了？晚上想那个，我说，现在就想，那我去洗了，然后他洗完了以后，洗完了老公，我说，然后就开始了，就是我的习惯啊，我的习惯是什么呢？就是不要说，就是俩人吧，抱一会儿，或者说摸一摸，或者说亲一亲，就是不要说，你说出来就是没有美感，没有那种就是没有那种就是循序渐进的感觉。对，就是不要就是说，老公可以开始了，那种就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你每次就跟我说开始了，我洗好了，那种。不是，你是一，你当然可以随时开始了。那0你不得洗吗？
就是零，就算是你洗完了，也不要马上就那啥呀。那万一就是我没有说我想做了，然后我直接去洗了，然后开始给你搂搂抱抱，结果你不想做，那我不白洗了？那也不能就说就是所以做零真的很麻烦，你要洗，所以一定要确定做的话，那我就去洗。唉。这确实是零是有这个问题嘛，但是，唉，所以我每次我其实压力挺大的，就是我会觉得，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啊？你们怎么又在说我懒呢？那我应该怎么着？我哪里懒呢？就是你们说出来就是我又怎么懒了？那就不洗，被动一。谁说的不洗啊？你就平常你做你就不洗吗？每次都是，哎呀，每一次都是那种，就是，比如说今天，他会说，那个我就在夸他嘛，我早上我就在夸他，我说，哎那个，哎呀谁家老婆呀身材这么好，这么性感，啊怎么样？然后我就在那一顿就是夸他们，因为我有的时候确实觉得他就是，因为我现在的。我跟他这段感情其实就是表达非常的顺畅，就是有什么都会表达出来，比如说夸他呀、赞美他呀，或者说那种就是就是哄他呀，我这个都会嘛，就是这段感情就是非常的自然，每天都夸他，然后我每次一夸他，他说那老公今天晚上就，然后我就害怕了，然后从他说完之后。我就在害怕晚上，因为我害怕的是晚上就直接就是又像，又像那个就是平时那样，就是老公，我学好了，老公，那种就是那我总要知道一个明确的信号，到底要不要洗吧？就是你先洗嘛。我万一洗了，然后你说啊，我今天不想，你也没什么损失啊。你看，那就白洗了。我告诉你，那个你记不记得有一个叫是那个蒋介石他老婆叫啥来着？宋美龄他姐姐叫啥？宋庆龄，好像是宋美龄还是宋庆龄，他们那个每天晚上都要灌肠，所以他们能活到80岁。那是不健康的灌肠。灌肠是健康的，所以就是为了灌肠不健康的。就是灌肠其实是健康的，不健康的。所以你们零活得久，你看你们这些零，就是你们，零都长寿，就是那你还跑步还活得久呢？你天天跑步啊？那你也有不想做呀？你会觉得麻烦呢？你跟活得久没什么关系，这个。那咋办嘛？那就是得洗嘛。所以我就是说我需要一个确切的信号，我就是今天做了。那跟你说了以后，那我就会觉得说是，那个今天晚上我5点就走啊，那个今天我不加班了啊，晚上咱们要开个会啊，然后今天晚上那个聚餐啊，周末的话咱们有个团建啊，就有这种感觉。对，我期待就是什么？那个就哪怕就是说就是那种就是那个下班了要开会，
我期待的就是变相的那种，就是说晚上干嘛去？哦，然后晚上别去了，咱们在那个会议室里边聊点什么东西啊？没事，晚上我给你订一下那个好吃的那个外卖，咱们吃个漂亮饭啊！开会哪有这样开？不是早就说了，进入啥时候要开会？就你不能就是搞晚上开会，下班别走，周末团建，孩子满月那种，吓人。所以我就真的跟，营造好氛围再去洗不就解决了？那你去洗时间一长，那氛围不就白营造了吗？就可能我说这句话可能会冒着那个被封号，就是被那个就是下播的风险，但我要跟大家提示一下，就是有的零啊，就有的零，大多数零，我要跟你们传达一个消息，你们千万别觉得脏，你们别觉得说这个脏，其实最好的一个方式，我告诉大家啊，就是在要那啥的时候，咱们去拉个粑粑就行了。拉个粑粑其实就能排掉大部分了，啊，你能懂不？就拉个粑粑，基本上大部分就完事了，就稍微有那么一点儿，如果爱你的姨的话，其实是无所谓的，啊，你只要不穿西衣，就是我觉得都无所谓，就是有一点点，就是你们不要就是把自己整得太干净，就能明白不？啊，师姐，我觉得就差不多呢，不接受，就有的你们这些零吧，就是做零，就心理负担太大了，我觉得是，就真正爱你的姨，就是你哪怕真不行啊，好吧，你又不是完全就只在乎对方的感受，你自己的感受肯定也要在乎啊。什么感受啊？就是想洗得干净啊，你自己看着就可能还会觉得恶心呢。但你知不知道，就是洗太干净的话，容易那个就是就是水进的那个肠道太深，容易排不出来啊。那也得洗干净啊，这不是理由啊。你想想，如果说我要是就是挂上一点干的屎，我觉得我无所谓，但是我要捅了一个那个就是屎池子，哎呦我的妈呀，屎水，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我受不了。还好吧，我觉得就你们太在乎了。反正我真实说我的真实话，因为我做医做了很多年了嘛，而且就是一直都持续的就是在做医嘛，我真的，反正我觉得我谈恋爱，如果说别人就有一点点处理不干净，我可能会觉得说还好，就真的还好，真的还好，就是没有你们想象的那种，就是真的，我不夸张的说，就是平心而论，就是咱们说真实的，就真的不太会就是那种，你们千万别觉得说那个怎么样，你不会，对方会啊，你自己不在乎，对方在乎的。那你觉得上一次我有在意吗？你没在意，但是我很在意啊，我就觉得非常的丢人。有啥丢人的呀？我会这样觉得。我老婆的粑粑。你不要在直播间说行不行？你怎么什么话都往外说呀？
屋里。有什么尴尬的？就你们真的不享受啊！就我觉得你们就是做不到那种享受这个角色啊，放松心态嘛啊。我也想被你爱一下，可以吗？不行，我对象比较严。我自私，我没有觉得太重要，一个什么都发，一个什么都说，我觉得无所谓啊。我觉得，就是其实你们千万不要觉得说啊，人是不一样的，其实人都是一样的，人都是一样的，就人的生活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这点破事儿，这点破事儿。有啥呀？跟自己对象都做不到那种就是放松。其实我在他面前，我其实就已经很放松了。我之前我跟他刚处对象的时候，我一天刷2次牙，每次吃完饭还漱口。我以为那就是你长久以来的习惯。然后给二把刀就是吓坏了，他说二把刀就说这个人怎么这么爱干净？那我怎么办？结果你知道，结果我跟他在一起之后。能不洗就不洗，能不刷就不刷，能怎么样就怎么样，大不了就是睡觉的时候离得远一点，你知道吧？就是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就还好啊，对啊，就是我俩在一起之前啊，他那个合伙人。就劝我不要跟他在一起，然后他合伙人就说二把刀真的不适合跟你在一起，你知道吗？他之前他在家里特别的邋遢，好像是说什么床底下有就是什么扫出一只袜子，反正就是家里特别特别乱之类的，说那个二把刀也不收拾。然后我听完以后我说还好啊，最后我心想说啊，床底下有一只袜子不太正常了吗？然后我就说他能有我乱，你知道吧？就我不太明白啊。高估你了，因为我觉得家里就是乱的呀。如果说你家里不乱的话，那你就是你家里必须得大啊，小房子一定会乱，大房子肯定不乱。我估计那谁家就不乱，拳头家就不乱嘛，因为他家太大了。今年会出新剧吗？今年会，我们已经出了呀。炸他一下，我被炸过了，刚才不说了吗？我那算是炸吗？你别搁这儿，我那算是吗？你还非得在直播上跟我探讨，那我肯定就说具体细节了。那你到底想不想让我说吗？你每次还在直播间里探讨，然后我要说具体细节，然后你就不高兴。别说了，这我那肯定不算。你那不算吗？不算。他那天啊，行了，别说了。
然后我就感觉就你是，别说了行不行？最后就是他就那个哎呀，不说了，逗你玩呢。有什么的呀？因为我说实在我在某一段，就是我第二段就是那个龙二那个原型，我不是拍吃嘛，就是龙二那个原型，我跟他在一起，我觉得就可以说呀。那今天咱们就说嘛，就是因为我其实算是0.8嘛，我在某一段感情里我也做过0，而且那段感情就他就必须得是1。然后有一次呢，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就跟大家讲嘛，讲完了以后大家就全释然了啊。我现在我作为一个，你看我直播我啥都讲，我其实就想让大家就放轻松嘛，对，那个时候就是我跟他去吃蒸海鲜。去海南嘛，然后就蒸海鲜，然后那个就是蒸完了海鲜以后，然后就吃海鲜嘛，就蘸着那个蒜汁吃嘛，蘸那个酱油吃，吃完以后，然后他就那个回房间以后，然后他就想那啥，然后我就说好，然后我就去那个我也灌了一下嘛，灌了以后，因为就是可能因为那天肚子有点痛嘛，然后就是灌了，然后就是比较深，然后就是那个肚子里存水了。然后我就觉得我排干净了，结果我跟他那个啪啪的时候，然后那个，就是也是会，就是他是，就是很夸张啊，就很夸张啊，然后还是白床单而且还是5星级酒店。白床单，然后那个我记得特别丢脸，我觉得这个没什么不可以聊的呀，对啊，就爆炸了呀，然后就是那个特别暧昧的那种，然后那个爆炸了以后，然后那个那个床单就是那个被子上全都是那个就是，然后我觉得我第一反应就是说别扣钱。然后我就把被子拿过来，然后我在那个厕所里洗被子，然后那个当时的那个对象就说别洗了，我说不行，这得扣钱之类的，然后我就在那块洗被子，然后他就说别洗了，然后他就也没有觉得尴尬，然后我俩在地上补完的，就是我们在那个因为5星级酒店它地板它是铺那个毯子嘛，然后是软的。我们就在地上有补完的，对啊，我就觉得这个没什么呀。我再跟大家说一个特别经典的一个事儿，就是我说这些东西不是说在那个就是自毁形象，我就想告诉你们，其实尴尬的事我比你们经历还多。就是这些事儿吧，其实真的不算什么事儿。对呀，这有什么呀？这有什么呀？我记得我有一次我还是跟这个男朋友，然后我去他家里边。然后他就在那块拉粑粑嘛，我就在那块拉粑粑，拉完粑粑以后，因为他家里是没有那个就是，他家里是没有那个就是就是那个垃圾桶的，所以我自认为就是说，你家里如果不摆那个垃圾桶的话，那个纸就是扔在马桶里，我这个理解对不对？对不对？如果说你去别人家上厕所，他家里没有垃圾桶的话，厕所里没有垃圾桶。那是不是意味着就是说这个纸要扔进马桶里边？好，我就扔了，扔完以后我这么一压，哎，它怎么不往下冲呢？然后那个就是马桶上就飘着我拉的那个长条的粑粑，然后我就说这不行，我得再压一下，压冒出来了。然后我说，哎呀，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呢？就是我得，然后他那个马桶里又没有那个拖布什么的。我说不行，我必须得把它压下去。结果我第3次压的时候，我再压，他的那个地漏开始往外反，就是他的地漏开始往外喷屎水。我说这怎么办呢？
那个，而且我记得我上厕所的，因为我上厕所，然后我还没穿拖鞋啊，我还没穿拖鞋，那个屎水，我们叫屎海，那个屎海沾到我的脚面上了，然后沾着沾着，慢慢沾的就是马上快越过那个快越过那个门的那个边上了。哎呀，我就在这个屎海里，我就不敢动，因为我怕踩着，然后这个水还不往下下啊。然后这个时候，因为我在这里边已经就是用那个就是马桶的那个刷也在通，也通不了，然后大概处理了将近40分钟啊，我处理了40分钟。这个时候外边的男朋友说：“那个宝贝你好没好？”我说：“啊，等一会儿。”他说：“哦。”过了一会儿，我又在那么就是大概5分钟，他说：“怎么还没好啊？你怎么了？”我说：“宝贝，可能有一些意外情况。”他说：“怎么了？怎么了？”我说：“你不要进来。”然后他说：“没事，我进来，我看看怎么了。”我说：“马桶可能堵了。”然后他说：“啊，没事没事。”然后他就打开门，那个屎水差点没从那个门就是越到那个客厅里边。然后他说：“你先出来呀。”我说：“不行，我脚脏了。”我说：“我脚脏了。”他说：“那你先出来。”然后他从那个阳台上拿了一个浴巾，然后就是我就踩着那个浴巾，就往外走嘛，往外走，然后他就叫物业。他边叫物业，他特别，我觉得那个对象虽然说他有男朋友，但是他确实是特别暖胃的一个人。他就说没事没事，他边在那块处理边说你出来，哎呀没事，这个马桶总会堵，就大概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不是你的问题。然后我就挺尴尬的，然后结果因为我们马上要吃饭嘛，结果他就那个物业来了，然后他跟物业特别凶，说你们家这个我就是说你们这个破下水怎么又堵了之类的。他就故意给我听的嘛，然后他就安慰我嘛。然后这个时候那个物业打开门以后，就本来我就心情已经舒缓了好多了，然后这个物业打开门以后就说：“怎么拉了这么多？”这大概说了这么一句，大概的意思啊，不可能说这么直白，就大概意思怎么这么多。然后我就是本来就是不设口了，不那个怎么样了，然后结果我就又不行了，然后我就特别尴尬，你知道吧？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没什么，我现在想想就还好吧，这真的还好。所以我就说，不是说我觉得说这个事儿跟自己没关系啊，自己都经历过了，我觉得真的还好。包括我跟其他人不说了，这反正就都会有这种情况，都会有这种情况，怎么可能都每次都干净呢？不是每次都会干净啊，就这个是很现实的东西啊。对，都经历过了呀，真的，我觉得反正起码我经历这么多次，包括我有这样的经历，然后我也当医的时候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反正我不会介意我真的不会介意，就是我可能会就还好吧，还好，而且那是你自己对象啊，对吧？自己对象你怎么会介意呢？全都听这些屎啊、屁啊、尿啊啥的，就是都是觉都不睡了。正常他11点就走，这有这些他的那个他的那个风口，他喜欢的那个口味，他也就不走了。深夜食堂，对他口了，这是。正能量来着，你别给我上升高度啊！
我觉得龙二挺可爱的，他当然可爱。龙二在我心里就是无可匹敌的一个人啊，就是真的很全面，他就很适合做这个短剧这一行啊。还继续聊的一塌糊涂啊。但我对那个龙二不是说偶像的那种，就是我真的我就觉得啊，很惜才，很惜才，就是会觉得说，哎呀，太好了这个演员，这一部咋没有龙二？因为就是很简单的一个缘故，就是人不可能一直在做一件事情，能明白不？人不可能一直都在做一件事情。比如说我喜欢健身，然后我持续了1年去健身，但这个虽然说我坚持了1年，但是我不可能说我一辈子都会坚持健身，可能某一个阶段我就不会去健身，能明白不？他这个东西你们问为什么我才觉得奇怪，能明白不？就是你们问说，哎，他为什么没来演？我觉得他为什么一定要演？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阶段的计划和实行，就不太会一直怎么样的。你们的生活想的东西太简单了我真的见过那种就是健身他妈5、6年、7、8年的，然后后来他们就是突然因为别的事儿就不健身了。龙二不喜欢健身，不然应该会火。首先，龙二不用健身他就火，不是龙二不直播啊，龙二不直播，不然应该会火。首先，龙二不直播他也是火的。第二点呢，一直直播不会火，明白不？这个开心就好。我针对你这个评论，我给你回复一下，龙二不直播他也会火因为他火了很多年了他可能在你很小的时候他就火了或者说可能在10年前他就火了第二点呢，就是说持续的直播不会火。你比如说贾乃亮，比如说明道，你们觉得明道去带货直播这是火吗？我不觉得。比如说那个什么杨蓉，就这些人你直播，其实我不觉得我不觉得会火呀，相反我会觉得很掉价呀。因为你知道一个演员如果说他去那个带货的话我真的不喜欢，我觉得演员就是演员那罗永浩以前天天直播，然后呢，你想表达什么？罗永浩是演员吗？罗永浩是网红吗？罗永浩是因为做出成绩了，然后他可以就是说一段时间他留下一些影像，这些影像越传越久。但是他每天做直播的话，除非他有新的东西出来，他才能越来越火，明白不？有的时候可能是影像更火。你像我经常会看到那种 TVB 的那种演员，他们的剧大家都看过，但是他们在那个抖音直播观看人数才几百人，大家都不认识你越直播越没有人认识你。相反的，你得有作品图图的衣服啥时候发货呀？在做了，然后应该
我不知道，应该快了吧？年前应该能发出来。但是他们好像年前提早的，就是那个快递就停运了，除非是顺丰。大概1周前，我估计就够呛了。啊，那到年后，那就年后发吧。过年他们可能回家也收不了衣服了。你尽量年前发嘛，有的有需求。哦，行。全都买衣服了吗？不知道，全都没买衣服啊？我不知道，因为加我微信很多，我也不知道。啊，对对对，也看不到那个那啥。全都大哥，万一微信不叫全都呢？说买3件的就是他呀？不是，买3件没有买5件的。5件的不是他吗？好像应该不是吧？他也没说自己叫啥，抖音名叫啥。你没加，他全都你这全都想支持我们，就其实就是那个直接转钱就好了。也不用担心就是快递停不停运的事儿。因为我觉得衣服这个东西，他平时应该也很少穿衣服。干嘛呀？很少穿衣服。他不做生意的吗？什么样的生意很少穿衣服？在牧马人里边谁穿衣服啊？牧马人用穿衣服吗？全都人家也不会穿这么便宜的衣服吧？全都还是追求那个品牌的人吗？我觉得应该不会了吧。从他开牧马人，我觉得就应该不会。你开牧马人，你会在乎？你会穿那个芬迪或者说范思哲吗？你穿都很便宜啊，好吧。几十块的你也穿？请问牧马人，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在牧马人，就是你开牧马人的时候，你听歌吗？衣服长啥样？衣服那个你加一下那个2把刀的微信，然后让2把刀把那个图片发给你。你加一下那个奶农，你们加一下那个2把刀的微信，就是在他的那个抖音主页里边。主页的简介。长途听，那请问牧马人的那个隔音不是特别好吗？然后音响能听清吗？就是那个全都，因为像这种就越野车的话，它隔音肯定不好嘛。可以啊，是牧马人的隔音会比较好吗？还是你改装了呀？改装了啊，怪不得。我们前2天有看那个北京40，我们买不起牧马人，我们看了北京40，然后那个本来想买那个牧马人的那个外表了，就是那个叫什么那个版，然后他们就说那个音响完全听不清，说那个胎噪特别大，说那个探险家吧，好像那个。忘了，80%特别吵啊，是。探索家吧，不是探险家。速度80，那你经常会速度80啊，那是很吵的，没办法。所以越野车是油耗高，然后噪音大，然后应该功能也比较少，就是娱乐功能，坐着也比较硬，会有这些问题哈。但帅是一辈子的事儿，是一个帅灵。帅灵。哎，怎么了？我看一下说什么。扫我的码，考虑一下未来。
我没有恶意啊，但是我对国产其实我没有崇洋媚外之类的，我没有歧视，但是我对国产我非常不喜欢，我非常非常不喜欢，就是我不知道，我就是会觉得说，因为我觉得车的安全性是放在第一位的，我觉得国产的安全性非常的不保险，所以我觉得就是为什么我会选择国外的品牌，因为国外有一些品牌其实可以说大多数品牌人家都造车都造了多长时间了，跟咱们的国产其实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儿。能明白我的点吗？就我是一个典型的大直男的那种感觉，我哪怕我就是车里没有任何的那种娱乐设备，但是我一定要求它是耐撞抗撞的，就是我绝对不会买丰田，就是我可能对这个安全性有很大的，比如说我喜欢凯迪拉克，比较喜欢路虎，比较喜欢那种这个比较厚实的、比较那个沉的车，我是绝对是喜欢这种的，是的，我就是完完全全我接受不了那种就是造车没几年的那种企业去造车，我就觉得太吓人了，因为我真实的我会觉得说车这个东西啊，哪怕你技术再好，也有一定的风险，哪怕你技术再好，也会有一定的风险。那如果说这个风险来了的话，你的车能保护你的话，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哎呀。话说图图能不能上下直播回放？不会，因为我觉得直播它就是直播，它不是录播啊。只有悍马对你的口味了。什么马啊什么的不感兴趣，我就是喜欢一款车，我就说实在话，我现在就是最喜欢的一款车就是揽胜，但没钱。我喜欢路虎，前一段时间我就疯了一样买那个路虎发现，结果买不到了，就买不到了，二手车咱不敢买，包括前一段时间我就看了那个试驾车了，也不行，就没敢买。我就喜欢路虎，其他的就是揽胜，就是特别符合我的口味，内饰和外形，然后包括那个结实程度，揽胜就是我唯一选择。我现在已经就是对其他车已经不感兴趣了，我就说攒钱吧，咋吧？如果有条件的话就买路虎，没条件我就先破车先开着吧。不买那些乱七八糟的车，就是喜欢路虎，你没办法，就是这个车太好了，就是太符合我的审美了，还喜欢凯雷德，还喜欢那个领航员，就这仨车。反正都是150万左右，140万左右，140万加我喜欢就这3款车，喜欢大车，喜欢长的大的，就是喜欢这些东西，没办法，就是其他的车就是不行，有机会咱们就努力一把，我们也就是对不对？行了，2点了，咱们下播吧。下播吧，然后那个跟大家预告一下，就是咱们那个绿豆，每周四晚上8点会跟大家见面，但是呢，最近身体有一些情况了最近身体有一些情况，马上要做个小手术，然后可能会影响到
就是播放，但是呢，尽量的去完成。这周呢，跟大家说是有3集，所以二把刀就拼命的在赶，我们拼命的在赶。但是就是因为我住院要住那个1周，所以我是做一个鼻子的手术啊，尽量咱们3集能给大家播出来。我是一直都是那个呼吸暂停，然后鼻炎、中耳炎还有咽喉炎，所以就是不割有点难受了啊。所以就尽量的给大家播一播。然后绿豆一共是14集啊，确定了，就现在是确定了绿豆是14集，因为之前剪辑没剪完，也不确定就是说到底能有几集，现在确定了是14集啊，你们且看且珍惜啊。如果说这周更新3集的话，还有2集就大结局了啊。下周大结局是的，有可能啊，但是前提是我能够出院以后我能工作，因为后2集还没剪呢，后2集没剪，那剪辑这个太麻烦了啊，尽量的去完成。家里就一个电脑，现在在剪这3集，下播吧。我要去玩我那个游戏了，我那卡牌游戏，推荐大家玩啊，叫战灵。我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游戏叫战灵，我已经充了好多钱了，充了300-400了都。战灵啊，战灵。这游戏好玩啊，太好玩了。不做医美，我是那什么，我是那个鼻子，你们就可以理解为鼻子的骨头长得不对了，要割出去。战灵，我给大家看一下那个打斗画面啊。开上！好玩，行，我下播了，拜拜。